圣灵斩，鬼神撞，走你！他居然这么强！我可是即将要迈入魂圣门槛的人。三师兄，我们也切磋一下吧。好小子，你终于出关了，你的腿也全好了？已经全好了，全身经脉全部贯通，体内的天地元力也已经被我融合完毕。霍雨浩，你出关了！好啊，你总算出来了。蓝秋秋、叶古一，你们好。小师弟，怎么感觉气息有点不一样？三师兄，你不妨亲自试试。三十，那你就替大家试一下宇浩这次闭关成果。贝贝，怎么感觉你又在坑我？不过，确实也只有我才能胜任这场比试。开始。玄武定阵。好险好险！好在我这段时间没闲着，玄武盾的防御提升了很多。没事就好。大家先去操练吧。三师兄，没想到这招威力如此巨大，竟然超出了我的想象。我也不知道会这样，不然刚才就受力了。我可被你打惨了。看来小师弟获益匪浅，恭喜你。这些天我在潜心修炼的时候，将身上的一些能力融合在一起。当我最终参悟透了之后，练出了这3招：一拳、一剑、一掌。拳名思动，剑名念动，掌名好动。哦，还有一掌？好动掌是要蓄力的，目前还连不上，我修为有点不够。再说一遍，你修为不够？
你是不是还没被小师弟揍够啊？还想试试？大师兄，昊天堡有没有传来消息？冬儿醒了吗？不过现在有更要紧的事，日月帝国挟持3国各宗门参加魂师大赛的人作为人质，大战一触即发。跟我走。大师兄，我们这是去哪儿？海神阁。宇浩，你进步真大呀！你吸收了双腿中封存的天地元力，不但手脚恢复了正常，实力也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估。天梦阁、冰帝，你们醒了！乾坤问情谷之后，我一直联系不上你们。乾坤问情谷那里，我和冰冰也接受了考验，所以才沉睡到现在。不要叫我冰冰。宇浩，我感受到你的魂力又到了瓶颈，需要获取新的魂环了。精神系的魂兽何其难找。星斗大森林里没有，不意味着别的地方也没有。你是说，日月帝国？原日月大陆有一种叫做邪眼暴君的精神系魂兽，极其强大且邪恶。数千年前，邪眼暴君一族的最强者邪眼暴君主宰曾经闯入过星斗大森林。当时我也正被凶兽们囚禁在星斗大森林，亲眼目睹了邪眼暴君主宰与帝天的大战。他们大战了3天3夜，天地为之色变，最终还是帝天略胜一筹。邪眼暴君主宰不甘心落败，试图自爆摧毁整座星斗大森林。真是个疯子！就在那时，星斗大森林的最深处，大凶之地，一个神秘的声音喝止了他。神秘的声音？星斗大森林里居然还有比帝天更恐怖的存在。根据情报，原斗罗大陆3国各宗门的人质被关押的地点就在这里——日升城。数百名各个宗门的年轻一代精英，关乎整个魂世界的未来。日月帝国对此戒备极其森严，已将日升城打造成一座钢铁堡垒。看守人质肯定还有圣灵教邪魂师的参与，他们的手段更为阴暗狠毒。史莱克学院是所有魂师的圣地，数百魂师被困日升城，史莱克学院必须肩负起营救的责任。无论这次救援有多凶险。各位宿老，这次的救援行动，我们或许可以利用徐天然想要诱敌深入的心理，声东击西。声东击西。由史莱克学院派出一队强者，在边境线上做出要强攻的假象，吸引日月帝国兵力。我们唐门派出精英小队，绕过日月帝国重兵，深入虎穴。精英小队，我、何菜头、徐三石、季绝尘、叶古一、南秋秋，一共6个人。6个人，太冒险了！一旦被发现，你们会陷入重重包围的必死之境。救援的关键在于潜入和侦查，人数越少越好，否则容易暴露。我作为学院培养的极限单兵，精通这2项技能。何菜头和季绝尘出身日月帝国，可以做身份掩护，并且2人在魂导器方面实力出众。徐三石精于防御，是不可或缺的辅助。叶古一拥有神圣天使武魂，是邪魂师的克星。南秋秋是唯一从日月帝国逃出的人质。了解具体情况，我们6人是我严格筛选的结果，对日月帝国城防、邪魂师等戒备力量都做出了针对性部署，可以将单人能力最大化发挥。好，就按宇浩的方案来。史莱克方面会尽全力在边境线上吸引火力。宇浩，这次的行动极度危险，千万小心。等你回来。
我们出发吧。宇浩，轩老师，这次的任务难度非同一般，此行任务凶险异常，只是唐门的全部家当，以备不时之需。一定要平安回来。多加小心。出发。虽然此行凶险万分，但这关系到全大陆魂师界数百名年轻一代的性命，我绝不能让许天人的野心得逞。我们出发吧。船即将停靠日月港，这是日月帝国平民服饰，大家换上。下船后，这次行动就正式开始，大家一切行动由我指挥。边境线上布置了无数定桩魂导炮，每隔10公里就布置有一座魂导阵地。空中的探测魂导器更是织成了一道巨网。日月帝国真舍得下本钱呐！这里的守卫越是严密，宇浩那边的压力就能相应减轻一些。不错，我们要做的就是声东击西，尽量将日月帝国的火力和注意力吸引过来。宇浩他们开始渗透了。玄老他们在边境制造动静，日月帝国必然将兵力向史莱克城方向迁移，海陆巡逻力量就会减弱。为了计划实施的更稳妥，我选择了离边境线最远的海月城进行渗透。他们此行的危险远在我们之上，我们必须为他们争取机会。行动开始。沿着这条路往北，
全速向日升城前进。妈妈，我们来救你了。混蛋！死伤近400名魂导师，还导致大量魂导炮阵地和军火库被破坏。边军干什么值的？哼，史莱克终于出手了吗？来人，去请国师进宫议事。是。皇后，你怎么看？陛下息怒，这件事我看很有蹊跷。史莱克学院对大陆军事历来是站中立立场的，此次突然出击，还动用多名超级斗罗级别的强者，恐怕意不在此。哦，依臣妾看来，史莱克此举的威慑意味大于实际意义，而且他们只出动顶尖强者，却不动用成建制的部队，似乎有意吸引我们日月的顶尖高手应战，尤其是圣灵教的封号斗罗们。你是说这只是虚招，真正的目标在？走，呆子，不妙啊！守备非常森严，不仅配备了大量等级不一的魂导炮弹，还布置了全地形远程探测魂导器、近程热能探测魂导器、中距离对空探测魂导器、触发式定位魂导器，以及天空中大量的高空探测魂导器。就算是一只苍蝇想飞进城，都能被立即发现。城门前的守备军本身的兵力也很强，巡逻也很严密，还有驻扎在城外的城防军，数目足有3、4千人，驻地与城门的距离很近。一旦日升城出事，几分钟就能到达。有魂力！最麻烦的是，日升城城门前布置了魂力探测魂导器，这件魂导器能够近距离探测魂力波动，就算只有半级魂力，也能被探测出来。我的模拟魂技虽然可以实现光学隐身，但魂力波动是藏不住的。这怎么办？第一步就卡住了。2师兄、3师兄，你们带人先跟随人群往前走，我去布置后手。好。来来来，排好队，有序上前接受检查。没有魂力，通行。下一个。真的没问题吗？你们几个，过来。你们看起来有点面生嘛？哪里人？我们是名都人，做点小本生意。打开看看。啊，都是正宗名都秘堂学。行了，都过来检查一遍就可以进城了。没有魂力，准许通过。霍雨浩，你怎么还不来呀？你们怎么磨磨蹭蹭的？谁先过？好，我先来。等一下，后面那个东张西望的小姑娘，你先来。大哥哥，这机器会不会对身体不好呀？没事的，只是被魂力探测魂导器扫描一下罢了，不会对身体有影响的。大哥哥，那被这机器照一下，会不会变长？哎呀，前面怎么这么久？快一点啊！吵什么？请快些吧。观察者，请进。有敌袭，赶紧关城门！城门即将关闭，禁止通行。我有急事，先放我过去吧，请立即返回。你们趁乱躲过魂力探测门，混入城内。不能过，你们别在这里停留，走。
霍雨浩他怎么办呀？他的隐身能力也是躲不过魂力探测器的。你们先入城，我自有办法应对。这个时候只能相信他了。走吧。哎，等等我！哪有发现吧？伏地里面。报告长官 ，A 队没有发现袭击者的痕迹，这也没有。B 队也没有发现。好吧，收队。重开城门。浪费我时间。下一个。没有魂力，同行。成了。3个月的闭关之后，我对精神力的掌控又跃升了一个台阶，可以用精神力将魂力完全压制在丹田内。魂力探测器顶多测出我是一个精神力不错的普通人。宇浩怎么还没到？小师弟不会被抓了吧？你就不能说点好话？不是，三师兄，人吓人吓死人呐！小师弟，总算等到你了。我进城后初步观察了一下，日升城守卫森严，除了城防军，都看不到魂师的踪迹。关押人质的地方肯定很隐秘，为避免被探测到，他们可能被关押在地下。在地下，队长，请下达命令吧。今晚我们如何展开行动？成功潜入日升城，任务的第一步已经完成，不能操之过急。今晚好好休息，明天我们分头行动，探查日升城。好。所有人必须隐秘行事，绝不可惊动驻防部队和暴露身份，否则人质将有生命危险。是。今日速报：昨日凌晨，本国与新罗帝国交界沿线发生大规模交火，边防军向敌军发射大量魂导炮弹，成功的捍卫了我国领空。目前具体人员伤亡情况还在统计。下一条消息：皇后陛下将于明日访问火凤魂岛师团的驻军基地。三师兄，你伴奏来日升城采购稀有金属的富商，目标区域是城南的商业区，打探情报。继兄是你的保镖，你们2人一组。二师兄，你伴奏来此推销蜜糖局的果农，叶古一和你伴奏夫妻，目标区域是城北的居民区。最后，我和南宫亮一队，目标区域是全城的军用城防设施。队长，我们是扮作什么？不会是情侣吧？扮情侣岂不是要手牵手？那可怎么行？人家可是正经女孩，万一以后嫁不出去怎么办？你还是去和叶姑娘一组吧。你谁啊？
你知道哪里能找到圣灵教的人吗？你是谁啊？什么圣？哎，人呢？难道我眼花了？回答一个问题，奖励一枚金魂币。哇，冰哥哥你好威武呀！我要做你的粉丝，帮我签个名吧。对了，冰哥哥，能问你个问题吗？累死了！看来大家都没有找到有价值的线索。队长怎么还没回来？没有人质，没有镇守的魂师，奇怪，难道情报有误？人质不在日升城，附近有魂力波动。名都最新推出的快乐水，第2瓶半价，买的越多折扣越多。不买还耽误老娘时间。大宝贝儿，你终于来了，好几天没见了，都想死我了。老娘滚远点！有邪魂师的气息。小大地，让圣灵降临人间，让圣光普照大地，让圣灵降临人间。一点货都卖不出去，要你何用？大人饶命！日升城的劫匪太严了，我已经尽力了，实在没机会。废物，这么不经打！要不我就直接拿你的命修炼武魂吧。谁想走？如果在这里动手，势必会引起城防军注意，必须把他引到安静的角落再动手。继续逃啊！怎么不跑了？告诉我，被你们扣押的各宗门人质在哪里？你故意引我来的。区区5环魂王也敢放肆8环魂斗罗。第3魂技咒怨，这都没有精神崩溃，有意思。你的武魂是怨灵？错，我的武魂是复仇之魂。变异武魂吗？你见过15岁武魂才觉醒的变异武魂吗？不，你没见过。
我的恶魔来自于仇恨，仇恨上升至极致之时，我的复仇之魂就出现了。我杀了他，杀了他！我要报仇，我要报仇！死吧，老子死吧！怎么可能？在我的眼皮底下逃走了？谁说我要逃了？奇谋图，魂冲技！你故意引我进入精神力对决的。你明白的太晚了。那你将会死得很惨。那你将会死得很惨。第四魂技，邪灵狂焰。怎么可能有如此强大的精神力？武魂真身！哼！第六魂技，炼魂明玉玺。第八魂技，万破归西。浩东掌。这难道就是上次比试宇浩卫使出的那一掌？这是什么样的强大力量？是情感，一种遥远又熟悉的感觉。谢谢你。姐姐快点，该回家了。我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解脱。宇浩，菜头和秋秋已经按你留下的信息去救那个风铃了。你的浩东三绝基于对东儿的强烈思念，会对你的精神造成很大负担，还是少用为好。快点，跟上！谁在那里？如果有一天，那个王东儿苏醒过来，那霍雨浩的浩东三绝是否也会？
宇浩，你总算醒了。让大家担心了，我没事了。风铃呢？他在这儿。他被邪魂师下了诅咒，已经完全沦为废人了。风铃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们在精英大赛上见过。风铃，你是在叫我吗？对，是的，净化灵魂中的污秽。我叫风铃，我是风铃，你是谁？我叫霍雨浩，是来救你们这些当初被抓走的人的。你是霍雨浩？你知道他们在哪里吗？我……没关系，不要急，你慢慢想。是他害我，他害了我，把我变成了女人，我再也不是男人了。他每天都虐待我，还让我去那些肮脏的地方，是装孩子。那你有看见我妈妈吗？不知道，不是我做的，别打我。好了，都过去了，你现在安全了。那个害你的人已经被我杀了，他再也不会害你了。你清醒一下，想想和你一起被抓的其他人都在什么地方。他们都被关在水牢里。水牢？水牢在城南城墙外的护城河下面，以护城河水修建的。果然在地下。有多少人看押？都是邪魂师吗？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看押，但被邪魂师抓走了一些。我就是被抓走的人之一。抓我的那个邪魂师已经杀了好几个人了，还有几个人自杀了。妈妈，睡吧，睡一觉就没事了。一名人质失踪，一名魂斗罗级别的邪魂师被杀，圣灵教一定会马上警觉起来。我们要立即制定营救计划了。等天黑，我会立刻前往风林所说的区域进行探查。三师兄，你是控水的行家，和我一起去水牢那边探查，接应我。好，我也一起去。刻不容缓，出发。不能再靠近了。这里没有精神探测混导器，我直接用灵眸探测搜索看看，替我望风。
深入地下30米，这里应该就是护城河了。命运之眼，纵向深入地面超过50米，横向搜索范围已经超过200米，有一丝丝阴沉的气息，精神力快到极限了。宇浩，要我帮忙吗？我不能一直生活在你们的庇护下，将精神力的浓度降低，进一步扩散。在探测到异样后，再定点加强探测，就能深入更远的距离。300米了，找到了。守卫换防了，走。太诡异了，那里明明有几百人，但却依然没有魂力波动，怎么回事？敌人用什么方法控制了这些人质？难道是水有问题？必须进去看看才行。太危险了，那里全都是邪魂师。不是我去，是我去。有形无质的精神力，早就听潇潇说过你有这一招，亲眼目睹还是难以置信。三师兄，我去了。要小心精神系的邪魂师。三长老，四长老。钟离天地人三兄弟。控制上没什么问题吧？药物还够不够？药物够，每天我们都会向水里投入灭魂散，在有灭魂散的水中浸泡，就算是封号斗罗也别想凝聚魂力。而且这些家伙都已经很久没有吃过东西了，根本没力气闹事。食物还是要给他们吃的，在灭魂散的作用下，这些人根本就翻不起风了，不能让他们饿死，后面教主还有大用。是，三长老。灭魂散居然有这么歹毒的药物，若不是我以精神体潜入，恐怕也早中了这灭魂散。这里除了钟离三兄弟，这个人是小桃姐。有人！凤凰火箭！不好，被发现了！如此隐秘的位置发现水牢，那他肯定与昨夜乌云的失踪有关。可是水中都被投放了灭魂散，他是怎么抵抗毒性的？找到人质了，但现在有2个难题需要克服：一，关押人质的水牢和护城河里都投放了能够抑制魂力的灭魂散，不解决灭魂散，根本救不了人，营救小队也会全覆灭。灭魂散。2，镇守水牢的邪魂师里，除了有封号斗罗，还有个更致命的马小桃。你是说小桃姐？而且她已经来了。
只好将计就计了。那是极致之火的邪魂师，魂斗罗级别，霍雨浩他怎么可能？相信他，我们出手帮不了忙，只会引来更多的敌人。小桃姐，我是雨浩，霍雨浩啊！去死！也不用浩东三绝，可小桃姐却连下4手，根本不留情。凤凰啸天戟！你想用极致之冰压制我？可笑！我的极致之火根本不怕你。你错了。你笑什么？我不是为了压制你的极致之火，而是在等待一个你犯错的机会。什么？解放灵魂中的污秽。小桃姐，想起来，我是霍雨浩，我们一起为史莱克学院夺得了冠军。你是霍雨浩，我是谁？你是马小桃，我们史莱克学院的一份子。当初你在大赛上武魂失控后，我们把你带回学院治疗，圣灵教偷袭学院，把你抓走了。他们用邪术让你变成了另一个人。圣灵教，圣灵教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做了很多错事，我杀了很多人。小桃姐，水牢中关押着各宗门数百名成员，我需要你的帮助，我需要你帮我救下他们。有人来了，快走，雨浩，快！小雨浩，你真的长大了。圣女，这边似乎有混乱的魂力波动，我们特来看看。我一路追踪到此，没有发现任何异样，可能是水牢内的怨气太重，产生了无生命的精神体。走，回去。是。小桃姐被你唤醒，我们多了一个强力帮手。没想到这次行动找到了小桃姐，真是意外之喜。下一步我们该做什么？接下来就要看三师兄的拿手好戏了。
里面的水元素全被分离出来了，剩下的应该就是你说的灭魂伞。小心！干嘛？会让你魂力溃散的。圣灵教百秘一书，水牢中的水跟护城河相连，取自护城河的水样一样能解析出灭魂伞来。三师兄，毒素给我看一下。哦。怎么样，宇浩？此毒毒性十分复杂，也幸亏有先祖唐三留下的毒经。解灭魂伞的毒需要24种药材，我们带过来的药材不足。这怎么办？我们去城内的药店看看有没有。我用精神探测扫描过，城内共有11家药店，我们分头购买，每人只采购其中6种，不要重复，以免打草惊蛇。整座日升城都买不到这些药材，想必这座城的药材都被管控了。怎么办呀？买不到解药，营救行动根本无法展开。几百名失去魂力的人质，要是没有灭魂伞的解药，根本无法被救出。没有解药的话，就只能强攻了。用钻地魂导炮破开地面，再驾驶全地形自走炮台硬闯水牢，能救多少是多少。这样动静就太大了，会立刻被围攻的，而且人质也会死伤惨重。看来你们是遇到了困难。小桃姐，小桃姐，日升城的药材是被圣灵教管控的，我偷走了一部分，应该够你们用了。太好了。小桃姐，你可帮了大忙了。前几日日月帝国战线吃紧，抽调走了一部分力量。圣灵教在日升城的配置只有2名封号斗罗。宇浩的计策果然奏效。但最新收到个坏消息，徐天然将日升城纳入了邪军魂导师团的管辖范围。他们的团长狂牛斗罗王一恒的个人实力非常强大，而且他还是9级魂导师。他亲自坐镇指挥的这支兽王级魂导师团的战斗力会再上一个台阶。他们还有王牌武器，甚至能威胁极限斗罗的性命。这次魂师大赛，徐天然挟持人质的事就是他们做的。行动开始后，你们最多有15分钟时间撤离。小桃姐，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个叫南水水的女人？她是地龙门门主。地龙门南水水，她不在水牢里，具体我不太清楚。但是三长老似乎带走过一些人质，此人性格乖张扭曲，还是9级魂导师，一直在研究活人武魂玻璃注入魂导器的技术。这些邪恶的吸魂师，总有一天要将他们彻底铲除。小宇浩，你真的长大了。不过，就算你们有了解药，要从地底水牢众多邪魂师镇手下带出那么多人，也几乎不可能。那就把人质变成我们的部队。解药完成了。不好，风铃！季大哥，你突破了！谢谢你，宇浩。我的剑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。太好了，季兄，我们唐门的实力又上了一个台阶。4长老，3长老此刻在何处？去寻他过来。是。等一下，还是我直接跟你去找他吧。各位，
如果你们听到我的声音，务必保持原本的样子，不要动。我是来救你们的，我来自史莱克学院。史莱克？大家冷静，记住我接下来说的每一个字。我已经在护城河水域投放灭魂伞的解药，解药会沿着水道扩散到水牢。大约3个时辰后，诸位的魂力能全部恢复。各位务必压制魂力，切勿被圣灵教的人查出异样。3个时辰后，营救行动开始。来一杯。我感受到了他的威胁，为什么我就忘不了他？孩子，你与他们是不同的，星斗大森林才是你的家。我掌握着命运的力量，却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。他是人类，他的生死与你无关。我与他的命运相连，我要去，我必须去，我不能再让命运被蒙蔽。我要再争取一次，我要帮他改变命运，帮我自己也改变命运。这是命运的旨意，让他去吧。是，主上。我们的人手和能力都有限，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。水牢中有一部分人质被邪魂师带走，他们的结局可想而知。这部分人，我们只能放弃。你说什么？我妈妈就在被带走的人质里面，我不远万里跑到史莱克城求援，就是为了求你们救出我妈妈。你现在告诉我要放弃妈妈，我不同意。坐下。秋秋，我们都不希望令堂有事，但你要知道，我们的实力远远无法与圣灵教抗衡，只能做力所能及的事。如果我们成功将大多数人质救出，其中又没有令堂的话，我向你承诺，我个人会陪你留下来继续寻找。但是，我们必须要先去救援大多数人。我做如下战术安排。二师兄，你最精于远程魂导炮打击。10分钟后，利用事先在城内布置的所有魂导炮，在城区齐射，尽可能制造混乱。3轮齐射后，立即向指定位置撤离。当城内混乱之后，秋秋，你带风铃向指定位置汇合。3师兄，你是永恒之玉，还有玄武置换这样的神技。在2师兄完成第1轮齐射后，立即带领七兄、古一袭扰南城城防军驻地。你们3人的目的是干扰和拖延，为我营救人质争取时间。城内一旦有变故，邪军魂导师团一定立即出动。以他们的速度，最多只要1刻钟时间就能到达。1刻钟后，无论情况如何，我们必须撤退。你们的行动时间和路线各自独立，必须坚决执行，切不可优柔寡断的相互救援。按照计划和时间表撤离，也许会有人牺牲，但如果不按照计划，不服从指挥，可能会导致人质遇害，全军覆没，整个行动失败。
行动，开始。行动，开始。二师兄，你把这个拿着，这里面可是有552枚4级定装魂导炮弹，61枚8级定装魂导炮弹，还有轩老师给的高爆魂导弹、魂导热线若干，把它们全部打出去。魂导炮发射过程中，要沿既定路线快速撤离，不要有任何拖延，也不要去找其他队友，必须赶到撤离聚集点。行动开始到协军魂导士团赶来，我们只有15分钟时间，还有14分钟。当城内混乱之后，秋秋，你带风铃向指定位置汇合。宇浩行动了！谁这么大胆子，竟敢偷袭日升城？3长老、4长老，随我去迎战！圣女且慢，敌人此番的目的定是这水牢，我们何不在此严阵以待？你在质疑我的判断？不是。那还不速速随我去！钟离天，这里交给你了。去。宇浩，要快！我拖不了太多时间。城内进入紧急状态，立即前往支援！城内进入紧急状态，立即前往支援！城外驻扎的守军已经开始调动。三师兄，你率领姬雄和古一袭扰南城外的城防军驻地，拖延和干扰他们增援城内，为我营救人质争取时间。玄武觉醒不能维持太久。行动！混蛋，有刺客！到底在哪里？快向城外守军营地发射紧急信号，速速回城救援！快向城外守军营地发射紧急信号，速速回城救援！还有10分钟，差不多了。玄女，交给你了。我来了！怎么回事？水民结冰了！怎么回事啊？快去查看！暗金空爪！是你！你小子竟敢闯到这里来！哈哈，没有援军，你一人也敢来？谁说我没有援军？
兄弟们，开武魂！都给我上！跟我冲出去！暗金孔爪！一只兵爪！银毛本体武魂。你是史莱克的破雨炮，我是唐门的破雨炮，也是史莱克的破雨炮。大家一起冲出去！距离撤离时间还有5分钟。区区5级高爆弹，不自量力。第4魂技，精神混乱。到时间了，准备撤离。撤！玄武之冠，传送！混蛋！你们是怎么看样人质的？圣女，不是我们不想追，你也知道，那些人质的数量超过500，至少也是4环以上修为。魂帝、魂圣、魂斗罗有一大批，我们追上去只能是送死啊！他们的修为恢复了。你不是说灭魂伞分量很足吗？圣女，您可不能冤枉属下呀！您可以问问下面这些人，我们灭魂伞用的量绝对不少。去，检查一下灭魂伞浓度。我还能冤枉了你不成？圣女，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，当务之急是把人抓回来。抓回来？我现在怀疑钟离兄弟是敌人的内应，我们贸然去抓，反而有可能落入对方陷阱。圣女明察，我们3兄弟断不敢背叛圣教、背叛圣主的。圣女慎言，钟离兄弟是教主的心腹亲信，断不可能背叛我教的。眼下还是追击人质为要，耽误了时机，我们谁都担不起这个责任。3、4长老已经在施压了，再拖延会暴露。好。事后再追究你们责任。3长老、4长老，走。
这是我事先布置好的飞行魂导器，足有800件，大家依次撤离。太好了！南秋秋呢？时间到了，是北城墙。我事先布置的出发式魂导炸弹被引爆了。此即魔通，邪卷魂导师团的反应速度比预想的还要快，大家赶紧撤离，分散撤离。好，跟我。中有机。走，玉浩，我们也快撤吧。我要去找秋秋。玉浩，现在回去必死无疑。我是这次救援行动的队长，我必须对每一名队员的生命负责。冬儿还在等你回来，不要感情用事。这不是感情用事，这是我对秋秋的承诺。而且我的修为是全队最强，这件事只有我能做。那我们一起去。不，你们的任务还没结束，护送所有人员一个不少的安全撤离。大家小心敌人设埋伏，我必须尽量拖出圣灵教的追击。邪军在此，百兽俯首，全都不许动，不然格杀勿论。邪军魂导师团团长，狂牛斗罗王一恒。别动手，自己人。谁跟你们是自己人？先都束手就擒再说。叫谁束手就擒？不许动！滚元剑！10万年后还。圣灵教不服管束，别怪老夫不客气。圣灵教从来就不归你管，有本事来试试！挑起矛盾，把水搅浑，为宇浩他们争取更多时间。住手！王团长，你们是来内讧的？这都是我们护国神教的人，你不赶快去追人质，责任谁负？轮不到你来教我做事。乌云，是乌羽，他怎么来了？他们不可能跑得太远，留下100人拱卫日升城，同时向周边城市发起警报，让他们释放所有的空中探测魂导器，给我们传递消息。其他人跟我来，朝南边追。我们也去看看。2位长老，你们留下。钟离3兄弟跟我走。为今之计，先把修为最高的2名长老留下。就算王一恒真的撞到了宇浩，我拼尽全力也要救宇浩突围。乌羽，你姐姐去哪儿了？我姐姐已经遇害，杀死她的人就在城内，请跟我来。3长老升空的位置就在这个街区，妈妈，等我。小妹妹，你姐姐去哪儿了？新鲜少女的肉体又来下酒。妈妈，我不能来救你了。
被三长老困着做看守，真是憋屈。等会儿我杀个人质，炼制成我的骷髅武魂。我说兄弟，你脑袋怎么变成俩了？你什么人？安全了，快离开这里吧。此前小桃姐命令四长老幽冥斗罗去寻三长老鸣雷斗罗的时候，我的精神体跟踪幽冥斗罗，找到这处小院。妈妈，我妈妈在哪儿？她不会遇到危险了吧？你母亲还活着，别担心，她就在里面。你怎么在这里？快走啊！妈妈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他跟我自幼相识，虽然后来他堕落成了邪魂师，倒也没太难为我，只想把我武魂剥离，做他的金丝雀。还好你们来了。前辈中了灭魂散，这是解药，我们先离开这儿。秋秋，风铃呢？他还在酒店。情况不妙，这家酒店被排查到是迟早的事，我们必须抓紧撤离了。跟上，这样是。风铃，醒醒，该走了。啊，不好！救！人质本来就是用来被救的，你说对吧？修罗之瞳。里面的人，你们被包围了，快束手就擒！邪君在此，百兽俯首！是邪君魂导师团，他们太快了。圣灵将在风铃身上埋下的咒印有定位功能，趁他们阵型还没闭合，冲出去！暗金虎爪！冰暴重力束缚！老夫封号鸣雷。是他，封号斗罗级别的邪魂师，而且是9级魂导师。老夫封号幽冥。2名封号斗罗。今天你的死期到了。还有超过100人的邪君魂导师团，这回真的是天罗地网了。队长还没来，会不会？我们的任务是护送人质撤离，这是行动计划。邪君魂导师团，他们追来了。宇浩事先已经规划好撤退路线，我们各带一路，分散撤离。拿下！搏一把，用领域技能封锁他们的视线，争取几秒的时间瞬移逃离。学武耀阳。带着2人无法发动瞬移，精神两魂。不好，宇浩最擅长的精神系攻击居然被人打断了。这里有精神系的邪魂师。终于找到你了。你是？是你杀了我姐姐。不错，她是我杀的。你区区1名魂王，怎么可能杀得了我姐姐？她堕落成了邪魂师，
本就该杀。妹妹，放下复仇的执念吧。姐姐，想跑？生命反射射！这个明雷斗罗反应太快了，我居然毫无察觉就中了他的精神攻击，难怪姐姐会死于他之手。哼，你们以为这样就能拦住我吗？天人合一，他要拼死一搏，快拿着他！前辈，我来开路，你们伺机撤离。没有一个活人能逃离我的9级魂导器雷神束缚。那是什么？多少也是徒劳，全部拿下！王秋啊，你怎么会来这里？魏浩，我感应到你在日升城遇到了危险。你快走！此事与你无关，快带着他们撤离！联动攻击准备！我在乾坤问情宫已经输过一次，这一次我不会退缩。霍雨浩，眼下最重要的是先救出人质，快使用我给你的悲鸣之泪。命运的牵连让我看到了你的一举一动，你确实是承载着斗罗大陆命运的星星，你不能死在这里。武魂融合技，命运之凝视。这就是教主说过的命运之力。想不到这种力量真的存在，修为低的人被直接剥夺了生命，难怪刚才一瞬间有种被人掌控命运的感觉。秋秋，蓝前辈，快！休想！今天你们一个都走不了！命运之凝视只压制了一瞬。我圣教夺天地造化，本就不尊命运。乖乖束手就擒吧！谢谢你，队长，你能够留下来帮我救出妈妈，我的愿望已经实现。你已经做得够好，快走吧！我不会丢下你们的，我引开他们，你们趁机撤离。圣灵教长老不过如此，往哪儿逃？日升城那边怎么还会有强烈的魂力波动？调狐狸山，即刻返回日升城。前辈，这也可能是对方事先布置的魂导炸弹。王团长要是放着人质不追，才是中了调虎离山之计。于浩，难道你真的折返了日升城？为今之计，我只能在这里尽力拖住王一恒和邪君魂导师团了。你一定要安全啊！
建了强大力量。准备发动联动攻击！联动攻击的威力不亚于封号斗罗的全力一击，必须阻止它发生。交给我。第7魂技，武魂真身。王秋，我们合力摧毁他。明德堂主的红尘庇佑，你居然还有9级防御魂导器，不过是最后的挣扎。宇浩，是一，小心身后。地剑，兵器无双，地掌，青龙神枪。幽冥长老。命令，灵魂冲击！他用灵魂来淬炼幽冥剑，他们的魂力、精神力快耗尽了。幽冥长老，我来辅助，格杀他们。浪费我一条幽冥灵魂，就拿你们的灵魂来填吧！第2魂技，幽冥之力。第6魂技，百鬼夜行。第3魂技，幽冥万刃。这2人不过双10年华，联手之下面对封号斗罗丝毫不惧，这是何等的天之骄子！9级防御魂导器也挡不住我的幽冥剑。人呢？
该不会已经被碎尸万段了吧？时也命也，我已用完所有手段，但至少我不能让王秋儿也陨落于此。王秋儿，什么？我有办法吸引他们所有人的注意。届时你赶紧走，机会只有一次。脱身后，立即回学院求援。好。伊莱克斯老师，恐怕我要让您失望了。我没有办法再传承您的衣钵。冰帝、天王阁、雪女，对不起，我不能再带着你们朝成神之路冲击了。当我离去之时，我会将你们转给秋儿，你们跟随着他继续迈进吧。这些年，谢谢你们，是你们让我从一个平庸少年走到今天。宇浩，你要干什么？快停下！他在燃烧，在燃烧自己的精神之海。这小子已经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，足以屹立于当世强者之林了。他疯了吗？精神之海一旦被彻底点燃，可是会形神俱灭的。快退！他这一拳凝聚了一股强大而玄妙的感情。要注意他的濒死反扑！这股气息，宇浩真的在人生城。宇浩，你一定要没事。等会，哪怕是去了另一个世界，我也会永远的想念你。天地之气浩然，思念
被那小子救走了。那个霍雨浩发动最后一掌的瞬间，他的精神之海已经燃尽，他已经死了。不仅在日月帝国重兵镇守的日升城救出数百人质，更在2名封号斗罗和兽王级魂导师团的围追堵截下全身而退。到底是谁做的？队长，他做到了，我们逃出来了。你的生命力正在急剧流失，队长是为了我才留下的。精神之海正在崩溃，宇浩他已经……我要爸爸，放开我！一定会有办法的。伊老的亡灵魔法，或者我们去找地片。宇浩，你不能死啊！我的精神之海已经燃尽，即将离开这个世界。不，我不许你死！谢谢你，秋儿。你的到来帮助了我，也救了所有人。我来只是为了救你。你做到了，你的心意我都能感受。谢谢你。但是没有你，我做的一切都失去了意义。有意义的，魂世界数百位年轻一代都得到了解救。为了不相干的人而牺牲，值得吗？值得。他们代表斗罗大陆的希望，就像他们，斗罗大陆就有未来。不是，慧浩，你才是斗罗大陆的未来。秋儿，我要将精神之海的魂灵托付给你，他们会跟着你继续未知的旅程。很遗憾，我看不到了。我好想冬儿，好想回去看看。原本我已经计划好了，这次的任务完成之后，就去昊天宗看他。但是现在我恐怕去不了了。如果你有时间，替我去看看他吧。如果他醒了，你就告诉他，你是他的姐姐。以前发生的一切，都只是他做过的梦。帮助他忘了我。霍雨浩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是的，我是三眼精灵，那个傻乎乎的因女儿走进人类世界的三眼精灵。当你烙印下我的命运之眼时，我们的命运就注定纠缠在一起。那时候，你烙印了我的记忆，我也同样烙印了你的记忆。我在你的记忆中看到了人世间的千姿百态，看到了人间的美好，更看到了你隐藏在内心最深处、最炽烈的感情。你们人类称之为爱。于是我用了我这一生中唯一一次变化成人的机会，变成了你记忆中的光之女神，以人类的身份接近你。冰火两仪眼，当你饮下阳泉，以心头血摘下相思断肠红的时候，我第一次有了心痛的感觉，好疼，好疼。那时候，我才明白什么叫爱。你为了冬儿，可以不顾生命的牺牲自己。直到冬儿为女儿死的那一刻，我才知道，她对你的爱比我更加深刻，更加纯粹。那一刻，我决定离去。可是，当我看到你为了无数毫不相干的人舍身相救的时候，我才明白，爱你，爱我，爱一切，这
就是爱的真谛。我是应运而生的帝皇瑞兽。当你从我这里接引命运之力的时刻起，你我命运紧密相连。同样，斗罗大陆的气运也落到了你肩上。因此，你不能死，我不能让你死。谢谢你，霍雨浩，给了我绚烂的一生。这个女孩是魂兽至尊，帝皇瑞兽。无论星斗大森林、极北之地，还是日月帝国，凡斗罗大陆所有魂兽，皆以其为尊。这种不求回报、牺牲自我的融合方式，就叫做献祭。只有帝皇瑞兽的献祭，才有如此扭转乾坤的能力。彼时，我对爱的理解是自私，是占有。但乾坤问情谷，东儿用行动告诉我，我错了，错得彻底。只可惜，当时的我未能领悟。此刻，我终于明白，身为帝皇瑞兽的使命，是祝福一切的生命美好。宇浩，这一刻，我将生命托付给你，你将代替我，继续祝福斗罗大陆所有的生命。帝天，发生了什么？瑞兽出事了。他的生命力惊人的速度流逝，我尝试用降临之法救回他，却没有任何效果。对整个星斗大森林来说，三野金尼重要无比。帝天，能否用降临之法将我送到他身边？来不及了，他生命力的流逝是他自己造成的。你是说，献祭？不，他怎么会甘愿向人类献祭？人类！帝姬，这次你不要阻止。人类已经威胁到了我们整个族群的存亡。传我谕令，万妖王、雄军、赤王、魂兽大军集结！秋秋，带你母亲回去吧，我想先静静。对，大恩不言谢，我也有些事情想要跟你和你们唐门门主谈一下。你先去忙你的事情，我送秋秋回唐门，到时候咱们唐门见。好，麻烦您告诉我大师兄。
我一切平安，会尽快赶回去。另外，提醒学院留意星斗大森林的动作，我会尽快回去。好，你注意安全。妈妈，真的不用管宇浩吗？他比你想象的坚强得多，将来必是能威慑全大陆的顶尖人物。即使是现在，其精神力也足以匹敌封后斗罗了。宇浩，我们到了邪魔森林的核心区域。我感受到这座森林里有不少非常强大的魂兽存在。天梦哥，你怎么变成人了？帝皇瑞兽献祭的时候，哥感受到他的祥瑞祝福，就获得了化为人形的能力。哼，怎么样，哥帅呆了吧？哎，宇浩，有件事忘了告诉你，帝皇瑞兽献祭给你之后，你现在的魂力不是60级魂帝，而是70级魂圣。因为你之前积累的天地元力，加上帝皇瑞兽的献祭，你只需要再获取1枚魂环，就能踏入7魂魂圣了。我预料到王秋儿走之后，星斗大森林的魂兽必定会有所反应，甚至有可能会给史莱克城带来灾难。王秋儿的死必定会令星斗大森林的凶兽们愤怒，但以史莱克学院多年的底蕴，也绝非星斗大森林一下暴动就能撼动的。就算他们要有所行动，也是需要时间的。所以我必须迅速猎取新的魂环，只有实力变得更加强大，才能完全解决这场灾难。宇浩，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，星斗大森林那边已经开始行动了。天梦哥，前方有危险！是命运之力，我的机会来了。3天了，你们回来已经3天了，玉浩还是音讯全无。小师弟最近累经磨难，冬儿又沉睡不醒，我真的怕他出事啊！他要是出事了，冬儿醒了以后，让我们如何交代？日升城那边还有小桃姐在，她已经是8环魂斗罗修为，就算宇浩被邪魂师抓到了，有小桃姐帮忙，相信也能化险为夷。再等2天吧。也只能如此了。外面怎么突然黑了？紫气魔瞳。不好，刺头，快去请宣老师。30，你立即通知学院。好。史莱克所有内院弟子听令，南城墙集中！史莱克所有内院弟子听令，南城墙集中！我从3年前接任城主以来，第一次面临这种局面。不，整座史莱克城也有100多年没有遭遇这种场面了。星斗大森林受潮之危。玄老，可尾速了！这次受潮的规模比100年前那次大太多了。
星斗大森林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怎么一点预兆都没有？星斗大森林就发动兽潮了。几天前，星斗大森林上空曾经出现过一片血云。难道是星斗大森林的什么重要魂兽，或者是某头凶兽被魂师杀死了？上次兽潮时，史莱克学院有穆老主持，更有本体宗支援，才最终拖住兽潮，与凶兽签订了互不侵犯的契约。这次魂兽们撕毁契约，恐怕是发生了什么很不得了的事。看这次兽潮的规模，恐怕是兽神帝天亲自主事。我去会会他。帝天，出来说话。你是饕餮？不错，是我。帝天，你今日不计代价地发动星斗大森林众多魂兽，向我史莱克学院而来，究竟是为何？为何？你们这些卑鄙的人类，居然问我为什么？我们可是有契约的。就是你们人类撕毁契约在先。你可知帝皇瑞兽三眼金尼？三眼金尼出事了。若非瑞兽出事，你以为本座为什么会大动干戈？就在几天前，我们感受到了瑞兽死去时传来的气息。瑞兽死了？帝天，你要栽赃陷害，也要找个靠谱的理由。没有谁能在星斗大森林杀死有凶兽保护的瑞兽。当然没有哪个人类能在星斗大森林杀死瑞兽。瑞兽是死在人类世界，他为了一个人类选择了献祭。献祭？瑞兽为人类献祭？在他离开星斗大森林前，他只跟一个人类有过接触，他是你们史莱克的学员。难道是宇浩？交出那个人类，否则血洗史莱克，寸草不留。你当我们史莱克是软柿子吗？且不说三眼金尼献祭的对象还未确定，就算真是宇浩，那也是双方各自的选择。你自己清楚，献祭从来没有强迫的说法。这么说，你是情愿血流成河，也不将那小子交出来了？要战便战，史莱克的荣耀是你说践踏就能践踏的吗？你找死！给我踏平史莱克城！魂导炮准备！我要你们人类血流成河！你敢！
噬龙是地龙类魂兽中极为强横的一种，生性嗜杀，并且它有一种极其霸道的天赋魂技，名为吞噬天地，能够通过吞噬敌人的身体来恢复自身消耗以及进化。这头吞噬龙至少有万年修为了。他似乎在逃窜。究竟是谁能把他伤成这样？是吞噬天地，他在通过吞噬生命力来恢复伤势。模拟魂技被破开了。他要亲你！自寻死路，灵魂冲击！一招秒杀实力上乘的万年魂兽，宇浩，你的精神力究竟是强到了什么层次啊？宇浩，你怎么了？杀戮、憎恨、愤怒，一瞬间多种负面情绪汹涌袭来，几乎吞没我的意识。若非王秋儿给予我的头部魂骨，我恐怕已经……不对，我中了精神幻境。用咒语的方式将老师传授的亡灵魔法与魂技相结合，果然能大幅提升魂技的威力。虽然目前只局限于灵魂冲击这一招，刚才的纯精神系魂技不会有错了，肯定是邪帝邪眼暴君主宰一脉的传承。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。很好，有意思的人类，你果然继承了帝皇瑞兽的命运之力。现在他是我的了。谁死谁活要打过才知道。危机也是机遇，但单以精神力而言，就算是面对精神系的10万年魂兽，我也有信心一拼。更何况，王秋儿的帝皇瑞兽能力也寄托在我的灵魂之内。这一战有胜算。这是精神力风暴。纯粹精神属性的攻击，在强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足以产生物理破坏的效果，而且还不是直接摧毁，而是被链条层面的破坏。就算是无生命的存在，造成精神风暴后，也会在自身结构上出现强烈的紊乱。现身吧！他是邪眼暴君，10万年修为的邪眼暴君。出去！
为重。这个人类的精神力竟与我不相上下，没办法了。这是灵魂吞噬，他的触手能在一瞬间摧毁所接触生物的精神世界，并且吞噬其灵魂。这招看似强势，实际却是在被动防御。我不怕他。血眼凝视，这是血眼暴君最强大的天赋魂技。当初血眼暴君主宰对帝天打出血眼凝视的时候，帝天都僵直了足有5秒。宇浩，快躲开！是精神干扰领域，我的精神力不在你之下。当你被我激怒失去冷静的时候，就已经中了我的精神干扰领域。命运之头部魂骨技能，命运残血。精神丝线，你的命运就此断裂。我的精神力被凝固住了。命运之头部魂骨技能，灵魂暴君。会死于一个人类之手，这么可可。奇怪，血眼暴君明明已经死了，魂环怎么没出现？暗金孔爪，浩龙玉的灵魂波动，他的灵魂本源就藏在这里。好惊人！暗金孔爪和生灵守望之刃都破不开。不过，你以为将灵魂本源藏在这里，我就拿你没办法了吗？简化是我。你敢杀我，你死定了！父亲会为我复仇的，会为我复仇的。你放了我，我保证让你平安离去。不要！哇，出现了一块头部魂骨！啊，真可惜，宇浩现在已经有了更好的头部魂骨，这块魂骨只能……命运头骨与血眼暴君的10万年头骨融合了。不，是吸收。命运头骨正在吸收这块10万年魂骨，学院有危险。月老处于弱势，帝天的修为比穆老还要高出一筹。当初穆老是凭借光明圣龙的属性克制，才能与
之对抗，玄老虽然爆发全力，恐怕也……你们都在看什么？所有人做好防御准备！魂导器第一阵地准备发射，所有魂师校尉，听我指挥。是。世经这孩子说的不错，战争，士气永远是最重要的。士气在，胜利的信念就在。魂兽的战斗方式和人类不同，普通魂兽智慧低下，只会横冲直撞。高阶凶兽虽然有着不逊色于人类的智慧，但生性高傲，也不愿施展计谋。因此，他们的战斗方式很简单：正面强攻。对于这样的对手，迎头痛击永远是最有效的战术。巨能高爆弹，第一轮放！人类，你们研究这种充满破坏性的武器，就是用在我们魂兽身上。不支持帝天发动兽潮，但现在我必须要说，你们人类的存在已经威胁到了我们魂兽的生存。这次的战争，我们必将全力以赴。凶兽中的翡翠天鹅，碧姬。不错，我就是碧姬。你被称为最善良的魂兽，也是10大凶兽中唯一不擅长战斗的存在。今天也要参与这兽潮了吗？帝天要的是血洗史莱克城，难道我们人类的命就不是命了吗？不，你说的不对。虽然这些年来，我们星斗大森林的魂兽一直保持稳定，可是你们人类已经变得越来越强大了，让我感到了深深的危机。再任由你们发展下去，当普通人也能够拿起强大武器的时候，我们魂兽必定会走向灭亡。在这个问题上争论，人类永远都不会占据上风。魂师对于魂环的需要，早已让人类站在了道德的下方。可是魂师对魂环的需要，又岂是能够轻易阻止的？巨能高爆弹第3轮，放！
翡翠圣光符咒。对3000头魂兽的辅助，必须先拿下他。武魂真身，轻盈神印。比基本身不善战斗，辅助能力却极其出色，必须在一开始就拿下他。母亲好厉害！6翼暗金虎，10万年修为。宋老在海神阁中的资历仅次于玄老，修为更是高达97级。第6魂技，碧羽风暴。比基大人，我来助你！10万年6翼暗金火虽然已是兽种之王，比之宋老这样的超级斗罗，还是逊色不少。银盘。尾巴魂技，时空乱流。是时空间魂技，车架下的魂兽都被转移走了。 太好了！实行这小子的时空间魂技，给我们争取到了时间。血来了！帝天，你们太过分了！龙神斗罗木鱼，你们都死了！ 帝天，就算我死了，我也会一直守护着史莱克。穆老，当初穆老肉身虽死，却将部分灵魂保留在了黄金树之中，与黄金树共生。
继续守护着史莱克学院。玄子。 九子中的第5子，神兽饕餮。不，你不是饕餮叔叔，混蛋！你们单单亵渎老祖最纯正的血脉。 怎么回事？邪眼暴君主宰！事态紧急，来不及吸收魂环了。轩老师发明的魂环储存器，能够在1周之内维持魂环不消散。啊！真的太厉害了！是谁杀了儿子？是谁？孩子，我的孩子！宇浩，快走！你在哪里？邪眼也是！不好！邪眼暴君魂环中残存的灵魂波动被捕捉到了。 魂兽大军进入攻击范围，弓箭手准备，放箭！方军的火力快支撑不住了，城墙被破开了，防守，防守！让他跟上，誓死也要堵住缺口！是唐门的援军到了。 太好了，我们有希望了！叶院长，向您报道，来了就好。你们作为后备力量，立即与城防军会合。院长，地龙门门主南水水刚才拜访唐门，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。什么？秋儿就是帝皇瑞兽3眼金尼，而他献祭给了宇浩。宇浩他。
瑞兽之死，非他所愿。我们怎么会责怪他呢？他是英雄。秋儿一事，4公里，3公里，我们进入飞行魂兽的攻击范围了。唐门重炮魂导师团准备射击。是诸葛神弩炮，宇浩带回来的稀有金属出城过来。所有诸葛神弩炮，主炮联动，放！加大输出，横扫！万年修为的6翼暗金虎，竟被直接击杀了。自由慢射，地毯式攻击，同时注意搜集5种魂环。进攻停止了。不可大意，他们还有地盘没出，也不知玄老能困住帝天多久。灵儿，求援信号都发出去了吗？都发出去了。这次兽潮来得太突然，援军恐怕一时间难以到达。而且星斗大森林5大凶兽，目前只有帝天和碧姬露过脸，还有3头凶兽不见身影。这个声音，西门发现敌情，10大凶兽排名第6，47万年修为的斗罗大陆第1雄雄居。东门也有敌情，10大凶兽排名第8，3头赤魔鳌，赤王。北门出现敌情，10大凶兽排名第5，统御着星斗大森林所有植物系魂兽的妖眼魔术，万妖王。算上被玄老暂时封印的兽神帝天，星斗大森林所有凶兽已全部出战，他们是准备发起总攻了。少哲，你留下驻守南门，其他人散开。老身防守北门，林老和媚儿守东门，灵儿和多多守西门。魂兽大军已经向我们而来，这是一场没有退路的战斗。我们的背后是史莱克城内数百万平民，为了史莱克的荣耀，拿出你们胸中最勇敢的力量吧！雄军好强，唯一突破超级斗罗，气势上却完全被他压制。
伤得极重，万幸没伤到脏腑，性命无忧。强，史莱克完了。快看，母亲，那是什么？敌方还有增援。圣灵教。 教虐杀的魂兽无数，星斗大森林对圣灵教的仇恨远超史莱克，他们是绝不会在此刻出现在史莱克城的。难道？
只眼，是宇浩。他在史莱克城最需要援军的时候回来了。武魂真身，修罗之瞳，亡灵天灾。援军到了，大家顶住，胜利就在眼前。援军到了，唐门弟子随我冲！终于回来了，太好了！史莱克，反攻！天灾是老师传授我的最强亡灵魔法之一。虽然目前我只能召唤那些实力较弱的亡灵生物，但亡灵生物不知恐惧，永不疲倦，只会不断疯狂攻击，定能对兽潮造成打击。而来的亡灵大军是人类控制的吗？如果是人类，它该是怎样的可怕呀！这次兽潮，星斗大森林可以说是精锐尽出，调动了足足40万魂兽。如今残存的只有20多万了。史莱克城只是人类无数城市中的一座。就能抵挡整座星斗大森林的兽潮。就算这场战斗胜利了又如何？还能像一开始想象中那样，直接杀入人类世界，尽可能削弱人类的实力吗？当损失超过40%之后，这次兽潮就已经变得毫无意义。不但没有削弱人类的实力，反而令星斗大森林万年来积累的力量受到了巨大的创伤。怎么办？现在该怎么办才好？命运之头部魂骨居然拥有1天内免疫3次精神攻击的魂技，若非于此，我也无法从邪眼暴君主宰的怒火下全身而退。回来的路上，我成功吸收邪眼暴君的10万年魂环。灵魔武魂已经结为7环魂圣，虽已晋升魂圣，但魂力还是远远不够。若能突破到封号斗罗级别，就能长时间召唤规模更为庞大和实力更强的亡灵大军，足以正面击溃兽潮。模拟。大势已去。
小老，地天突破封印了。与史莱克共存亡。老夫来也！极限斗罗，毒不死，你突破了。地天想灭史莱克，先问老夫同不同意？人体中援军来了。孙子，本体宗从不欠人情。既然你们学院的霍雨浩救下被日月帝国关押的天魂帝国诸多队员，这座史莱克城，老夫必保无恙。雨浩，毒不死就是你。既然你要找死，本座就成全你。99级极限斗罗的实力，比起地天还是逊色不少。你们都要死！瑞兽死亡之仇，屠杀族人之恨。今天本座要将你们全部杀光！地天，你敢？你如果敢毁我史莱克，我就绝了你们星斗大森林未来的传承。是你，瑞兽献祭的对象就是你。不错，是我。王秋儿正是献祭于我。这小子不久前还是5环魂王，这么短时间竟已突破7环魂圣。宇浩，他作为瑞兽3眼金泥所承载的星斗大森林的气运，也转移到了我身上。你若杀我，星斗大森林的气运也会就此断绝。你敢威胁本座？不，我在拯救星斗大森林。拯救？你以为你身负瑞兽气运，本座就不敢杀你？与王秋儿无关。就算王秋儿还活着，你将他一辈子禁锢在星斗大森林里，斗罗大陆所有魂兽的命运也将不可逆地走向灭亡。看来你很清楚，斗罗大陆上人类与魂兽的平衡已经被打破，天平正不断向人类倾斜。万年以前，人类中封号斗罗的实力已经匹敌10万年魂兽。
随着万年来魂导器技术的发展，人类的整体实力已经远远超过魂兽。不错，尽管我不愿意承认，但你们人类确实已经是全大陆的主宰。而获取魂环是魂师修炼的必然步骤。一个封号斗罗在短短100-200年的寿命中，必然会猎杀至少9头魂兽，其中不乏万年甚至10万年魂兽。长此以往，魂兽必将灭绝。你正是看透了这一点，才不惜发动兽潮。王秋儿的死，只是给了你发难的借口。很可惜，就算你倾尽星斗大森林所有高端战力，依然拿不下史莱克学院。我不是来听你自吹自擂的。如果我告诉你，我有办法解决魂师必须猎取魂环的问题呢？你是说，你们看看这是谁？冰极无双。你是冰天雪女，你怎么会在人类体内？她确实是雪女，而且此时的她并非魂技，确切点说，这状态叫做魂灵。魂灵，魂灵是魂兽与人类共生的一种特殊形态。修为越高的魂兽转化为魂灵后，所能提供的魂环越多。万年魂兽至少能赋予2个魂环，而雪女赋予我的就足有4个魂环。如果寿命走到尽头的魂兽选择以魂灵的方式与人类共生，不仅自己的生命能延续下去，魂师突破瓶颈所需的魂环也能极大的缩减，对双方都有百利而无一害。你说是不是呢，帝天？你也看到了，魂灵是有自主意识的。魂兽想要转化为魂灵，必须完全自愿，不存在强迫转化的方法。比起猎杀魂兽获取魂环，成为魂灵全看魂兽自己的意愿。你说的这些，本座确实是闻所未闻。你可愿跟本座返回星斗大森林，当面展示魂灵转化？我愿意。玄老，各位，请在3天内选出愿意接受魂灵实验的志愿者，我们星斗大森林再会。我们胜利了。这小子竟能与帝天谈判，而丝毫不怯。也许斗罗大陆的未来就在他的肩上。好美！这里就是星斗大森林的中心。它叫生命之湖，湖水蕴含浓郁的生命力。你且饮下湖水，恢复魂力。
天，感觉疲劳一扫而空。没想到，被我们人类称之为大凶之地的地方，竟是如此人间仙境。这里是孕育生命的地方，是我们星斗大森林中最圣洁的生命之湖。早在100万年前，这片湖泊就已经存在了，是它孕育了星斗大森林的一切生物，它本身就是神迹。地天，人类。地天，你知不知道我们死了多少兄弟姐妹，死了多少同伴？眼看着这些可恶的人类就要被我们全歼了，你为什么下令撤退？为什么？胆敢触怒本座，你想死？对不起，地天。可是死去了那么多族人，人类的实力远远超过了我们的预判，而且援军已至。如果我们不惜一切代价将史莱克城毁灭，其他人类国家会有什么反应？我们在史莱克城已经消耗太大了，如果继续下去，迎接我们的只能是灭顶之灾。地天，召集我们所为何事？星斗大森林5大凶兽到齐了，再加上我精神之海内的冰帝和雪女，10大凶兽中居然有7位齐聚于此。说吧，人类，帝皇瑞兽为什么会献祭运营，让雪帝也出来？这气息，她真的是冰天雪女。我第一次遇见帝皇瑞兽，就是在星斗大森林。最后，秋儿牺牲了自己，救下了我，也救下了被困日升城的数百年前魂师。他是斗罗大陆的英雄。帝皇瑞兽竟选择以这样的方式走到生命的尽头。瑞兽已死，不可挽回。你们觉得他说的关于魂灵的事情怎么样？有几分可信。小家伙，你有多少把握能够在我们魂兽成为魂灵后还保持神智？至少70%。雪女当时情况特殊，是我老师燃尽神识堪堪救下，能保持其存在已是不易。普通魂兽与魂师进行魂灵融合的话，自然不会出现那种情况。且随着我对魂灵秘法的掌握不断纯熟，成功率还能继续提升。我觉得可以一试。这次大战回来，不少魂兽身受重伤，已经不是治疗所能挽回。如果进行魂灵试验的话，至少还能保持他们继续存在。好，那就进行尝试吧。1号，希望你能成功。你们返回各自领地，选取愿意参加实验的魂兽，你就留在此地，恢复调整状态。魂兽们若真有宇浩你这般远见，又岂会落到现在这般田地？天梦哥，魂兽们从来都学不会团结。这次兽潮之所以能发起，纯粹是帝皇瑞兽关乎整座大陆所有魂兽的气运。而在你们人类不断发展科技、日新月异的时候，他们却忙于互相征伐。若非如此，天梦哥你也不会被地天他们囚禁，不断吸收生命本源。不错，这家伙虽然战斗力一般，精神力之强，却足以匹敌邪帝邪眼暴君主宰。冰帝，你也化为人形了。怎么样，哥跟冰冰般配吧？
若是当初帝天他们有意保护和培养，天梦现在又何尝不会是第11头凶兽呢？冰冰，怎么乾坤问情谷出来后，你跟天梦阁的感情变这么好了？你胡说什么？宇浩，我与冰帝还有雪女，既然选择了魂灵这条路，就必然与魂兽们不再同路。但是我们出身魂兽，心底里还是希望魂兽能在这斗罗大陆继续存在下去。宇浩，这个心愿只能靠你来完成了。这里澎湃的生命气息，令我修炼事半功倍。这就是当初老师说的，真正君临天下。精神力与魂力相融的感觉，很好的拳法。不敢，在帝天前辈面前，我只是萤火之光而已。你已经足够优秀了，你身上有许多你们其他人类所没有的特质，在我这龙潭虎穴之中，却依旧从容修炼，而且还能全神贯注。能做到这一点就已经非常不错，切磋而已，你尽力而为就是。全力以赴吧。气息变得虚幻了，仿佛已经与大自然结合在了一起。他竟然已经成长到了这等地步，不愧是木门的高头，这小子已经将人类战绩提升到如此程度了吗？恐怕就是人类中的超级斗罗，也没几人能够做到。
多谢前辈手下留情。你自己修炼吧，2天后我再来找你。刚才那一拳，按理说绝不可能伤我分毫，可我却忍不住躲开。那小子，莫非有成神之姿？帝天，都准备好了？史莱克那边的人也来了。那走吧。宇浩，帝天，我们按照约定带人来了。话不多说，开始吧。现在是你证明自己的时候了。但愿你的魂灵实验能够成功。帝天，不给他身上下个禁制吗？要是他跑了怎么办？双方各自派出第1名代表过来。独眼烈虎，你先上。慢着，这头万年独眼烈虎是我忠诚的下属，在这次兽潮中受了致命伤，已经救不回来了。若你试验失败，我会亲自杀掉你和对面的人类。我来。带滑冰，没想到第一个站出来的会是你。当初在学院，我确实多次针对你，相信你对我也没什么好印象。但一码归一码，上次你救了我父亲，这份人情我必须还。做好准备吧，你要完全诚心诚意的与魂兽融合，才能完成魂灵仪式。如果融合成功，它将会是你的魂灵。来吧。气环魂圣，而且是拥有10万年魂环的气环魂圣。看来我有生之年真的再也没机会追上他了。魂灵之息，请速入院。相镇，同城共生。此身为路，此魂为影，契约永固。分而残躯，壮而形生。不好，还有偷袭！地场，大寒无血。混蛋！你敢借机杀我族人！混蛋！你敢借机杀我族人！
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袒护那个人类吗？他杀了我们的族人呐！雄君，你一次又一次挑战我的底线，你是不是认为我不敢杀你？王草，龙王爪是龙神亲传，只有历代黑龙一族族长才能传承的超级天赋绝学，蕴含龙神霸道无比的气息。龙爪一出，形神俱灭。帝天，帝天不要，我错了。帝天，求你宽恕我，我保证再也不敢触犯你的权威了。帝天，手下留情。这是最后一次，下一次你就用生命来冲刷我的愤怒。是。敢再违抗我说过的话，我会让他的灵魂永远在炼狱中燃烧，永世不得超生。谨遵君命。帝天比想象中的还要强得多，当初穆老竟能与之抗衡。这头巨掌黑虎年轻时受过重伤，修为再难寸进，现已风烛残年，但也有2万年修为。若能化作魂灵延续生命，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魂灵之息，请速入院。法阵起！魂血相震，同城共生。此身为路，此魂为影，契约永固。分而残躯，入而形生。刃与盾，破于骨。天地为鉴，死生同途。魂灵一世，成。巨掌黑虎死了。这就是魂灵。你创造了历史，幸不辱命。试验继续，下一个谁愿意上来？我来，救我！我也要！诸位，这次试验的成功率超过了90%，足有91对魂师和魂兽完成魂灵仪式，足以论证魂灵路线的可行性。而且在试验中还出现了更喜人的现象：千年和万年魂兽化作魂灵时，有一定几率带来2枚魂环，这就极大的延缓了魂师修炼中对魂环的需求。唯一可惜的是，除非像我这样的精神系魂师，一般魂师在融合一只万年魂灵后，极难再融合第2只了。所以在选择魂灵仪式的时候，双方都要慎重选择对象。
这些优点都很好。现在的问题是，如果这个契约不是你来使用，而是由魂师自己进行施展的话，成功率能有多少？凭我一人，确实无法满足所有魂师魂兽的魂灵需求。况且我自己也要修炼。所幸魂灵仪式的秘法，并非只有我能使用，这个秘法是可以学习掌握的。我打算挑选合适的精神系魂师，将秘法传授出去。你要将魂灵秘法传授出去？这是造化众生的义举，也是我开创魂灵秘法的老师的心愿。你的心境和气量是老夫我不能比的。但是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。我们的初衷并不是为了魂师进一步增强实力，而是为了减少我们对魂兽的杀戮，调和我们人类与魂兽之间的矛盾。无论是我们人类还是魂兽，都是大陆的一份子，都是生态平衡的一部分。对魂兽的过度杀戮，未来也必将导致我们人类自己走向灭亡。这一点，请各位一定要记清楚。所以，为了这份初衷，我们就不能让魂灵融合变得泛滥。我提议，要为魂灵契约融合成立一个专门的组织。成立组织？你想要成立怎样的组织？这个组织负责魂师与魂兽之间的调和，定期来进行魂灵融合，监管魂师与魂兽进行魂灵契约。同时，只有属于这个组织的精神系魂师才能被传授契约使用方法。而一旦加入组织之后，这些精神武魂拥有者就不能退出。而且，我也诚挚地邀请魂兽们加入组织，共同承担监管责任。否则，组织的监管就是镜花水月，无法真正落实。你确实是承接帝皇瑞兽气运之身的最佳人选。星斗大森林同意派出代表加入这个组织。好，干了！我们本体宗支持你。史莱克，此人当仁不让。好了，雨鹤，你这个组织准备叫什么名字？组织的宗旨是建立人类与魂兽的纽带，将魂灵传递下去。不如就叫传灵塔吧。传灵塔最终落址在史莱克学院和星斗大森林的中间地带。在史莱克学院与原斗罗大陆三大帝国的一致协同下，传灵塔在1个月内正式成立。传灵塔未来培养出来的精神系魂师，被命名为传灵师，完全作为一个新职业划分出来。原斗罗大陆三大帝国各自派遣代表进驻传灵塔。地天领衔的5大凶兽更是全部入驻，成为传灵塔议事堂的一员。玄老被公推为传灵塔第1任塔主，而我则被推举为荣誉塔主。地天前辈，你要走了？为期3个月，第1座传灵塔已经基本完成，第1批传灵师共42位，也都可以单独施展魂灵契约了。怎么，我们星斗大森林不好吗？这里灵气充裕，生命力浓厚，最适合你们魂师修炼。只要你愿意，甚至可以一直留在生命之水旁修炼。未来的你，前途不可限量。前辈，
你应该明白，如果我想走，您是留不住的。以我目前的修炼速度，最多30年，我就能成为超级斗罗级别的强者。届时我想走，您未必拦得住。而我承接了命运之力，您也不会杀我。以我在魂师界的地位，您更不会拘禁我。否则，魂师与魂兽好不容易得来的和平，又会化为泡影。你的心境是我生平仅见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等你诸事了却之后，要回来。你可以选择住在史莱克城、传灵塔，或者星斗大森林。好，多谢前辈，我答应你。这个给你，这是我的逆鳞，带上它，在危机时刻，它可以保护你。玉浩，千万别带！龙有逆鳞，触之必杀。这逆鳞是帝天每10万年承受一次天谴，通过蜕变后掉落的，其中蕴含着它最本质的力量，同样带有着一丝天谴之力。这天谴之力会阻隔你与神界的联系，有它在，你就不可能获得神位。一旦带上，除非是你死，否则想要摘下来，根本就不可能。只有修为凌驾于帝天之上，才能破除这块逆鳞对你的封印。玉浩，天梦阁，冰帝，我在这里向你们保证，全力修炼自己的能力，拥有足以匹敌兽神帝天的实力。摘下这黑龙逆鳞，然后凭我这双手争取神位。我们会倾尽一切帮你。各位，后会有期。这边按原计划进行。对，这个地方按照图纸进行操作，一定都用最好的材料，一点都节省不得。大师兄，二师兄，玉浩，玉浩，大师兄，你把唐门这边的事情安排安排，然后要跟我出去一趟。难道？菜头，剩下的就交给你了，短则3-5天，长则半个月，我很快会回来。听说宇浩回来了，在哪儿？小师弟，你上次怎么进来的？这地方太危险了。极致之兵是百毒克星，大师兄放心吧。冰皇护体。走，我们进去。冰火共存，真是一处宝地。悠悠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你怎么又来了？上次我来的时候，你说过，只要我通过先祖唐三的考核，就能从这里带走7种仙品药草。愿赌服输，我就知道这一天迟早要来的。说吧，你要带走谁？事先声明，若仙草本人不同意的话，我也没办法。那是自然。大师兄，我的爱人因为某些原因变成了邪魂师，在乾坤问情谷，爱神曾告诉我，有2种仙品可以拯救他，其中一种是前辈您，另外一种还请前辈帮助辨认。
我知道你要找的是谁了。我知道你要找的是谁了，很可惜，他不在这冰火两仪眼。他的名字叫做蓝鹰皇，是蓝鹰草一族的至高存在。你猎人武魂应该是蓝鹰草吧？他中了毒，需要我来解毒，同时还需要蓝鹰皇来唤醒、引导其血脉力量觉醒，否则他的生命力就会随着邪毒的流逝而流失，最终死去。正是如此，您知道蓝鹰皇的下落吗？蓝鹰皇是斗罗大陆所有蓝鹰草的至尊，一个时代只能有一个蓝鹰皇。万年前，海神唐三的母亲就是那个时代的蓝鹰皇。随着唐三成神，那一代的蓝鹰皇也破碎虚空而去。之后，蓝鹰草一族中谁继任了蓝鹰皇，我也无从知晓。也罢，我送你们一样东西吧。这是我的花粉凝聚而成的灵丹，效果与我一样，可以治疗百毒。多谢前辈赐药。你的恋人是武魂中毒，若用我的灵丹去毒，需尽快找到蓝鹰皇治疗其武魂，否则只会加剧他的生命流逝。那么，我们先走了。若是解毒遇到困难，我会再来找你的，悠悠。等一下。你是八角玄冰草？我想跟你们一起走。一起走？你是说与玄女一样，化为魂灵，与你融合？我本孤寂扎根于此，天地浩瀚与我无关，所以我想要化形为人，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我甚至想要去神界，看看云端之上的风景。我一直认为自己能做到，直到那日，你是极致之冰，却毫不犹豫饮下与自身属性完全相反的赤极阳泉。我瞬间便明白了，你是一个能成大事的人，而我却没有这份坚毅。因此，当时我便暗暗下定决心，等你下次来的时候，我便依附于你，去看外面的世界。谢谢你的信任，我相信未来你一定不会失望的。这就是魂灵，好美妙的感觉。八角玄冰草魂灵赋予了宇浩2个10万年魂环，而且还有一块10万年魂骨。小师弟，恭喜了！你现在2大武魂都集齐7个魂环了。大师兄，我们走吧。这真是太神奇了！大师兄，我不能陪你回唐门了，我要去看冬儿。好兄弟，我们之间就不说谢了，你放心去吧，唐门这边不用担心，有什么需要就捎个信回来。无论你做出怎样的选择，唐门都是你最坚强的后盾。冬儿，我来了。
天族不欢迎你。我只想看看冬儿，并没有什么恶意。把少主害成那样，还好意思来看他？再不走，就别怪我们赶人了。各位，请让开。10万年魂环。牛伯、太伯，我来见冬儿。霍雨浩，回去吧，你们缘分已尽。冬儿怎么了？我要见她。以后小东的事与你无关，走吧。是我没有保护好她，你要惩罚我，我绝无怨言，但我必须要见到她。好吧，那就先打败我，证明你有能力保护她。等等，怎么？你觉得你现在能击败我了？即使实力悬殊，只要能见到冬儿，我也要拼尽全力。那就来试试吧。入魂真身，修罗之瞳。仔细感受，这小子独特的第6魂环，竟然蕴含着命运之力。8魂1魂，好恐怖的魂环配置！不错，再来！修罗之瞳。灵魂重击！故弄玄虚！第6魂技，命运之伤，灵魂剥夺。命运头骨技能，灵魂暴震。看我破了这幻境！要压制不住了。命运头骨技能，命运裁决。欺人太甚！东拳。仙品草药8角玄冰草，这个魂技咱帮他快速恢复魂力。地剑冰击无双，灭东剑。第7魂技无魂真身。
早大寒无雪。浩东掌。第六魂技，精掌不化。武魂真身，冰帝降临。冰雪二体之交。牛婆，是。霍小友，老夫在你刚才的招式中看到了小东的影子。失去东儿后，我闭关不出，自创一拳一剑一掌，何为浩东三绝？今天是第一次把浩东三绝和雪地三绝结合施展。刚才泰坦只用了3成魂力，不过你能与他缠斗到这种地步，确实未来不可限量。才3成。霍雨浩，你刚才已经证明了对小东的一片真心，老夫相信你会为了保护他而拼尽全力。但是老夫需要告诉你，他已经不在这里了。不在这里？不久前，小东的父亲托人传来了一封信，他自己虽然不能回来，但在信里详细记录了他找到的治疗小东隐疾的方法。我们照方抓药，不久前，小东已经苏醒，但是小东在苏醒后忘记了之前的一切，也忘了你。现在他恢复了原本的性命，不知去了哪里。太好了！啊，小东忘了你，你很高兴？当然不是，我高兴是因为东儿醒了，而且隐疾也治好了呀。无论他在哪儿，无论他是谁，无论他是否还记得我，我一定会找到他，让他恢复记忆。两位前辈，冒昧到访，我这就离开。我会找到东儿，找到唤醒他记忆的办法。为了这份感情，他比从前更加坚毅了。或许真能跟我们的小公主再续前缘。东儿醒了，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妈妈。那个男人虽然在星罗帝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却没有做到保护好妈妈。我必须变得更加强大，才能保护好东儿。妈妈，我回来。
妈妈，我回来看你了。妈妈，您放心，我会向那个人证明，您的儿子比他更强。他能做到的事情，我也都能做得到。总有一天，我会名正言顺地回到这里，回到这白虎公爵府中，为您讨回公道。我会变得更强，比那个人还要强大10倍、100倍。只有这样，我才能保护好所爱之人，保护好冬儿。第6后备兵征兵了，完了可就赶不上了。日月帝国那群疯子，我早就想在战场上狠揍他们一顿了。走，我们这就去报名参军，就打这帮日月佬。排队吧。铁牛通过，评级3等兵。想不到报名的人这么多，一个一个测试太慢，一组5个一起上。身份证明出示一下。姓名葛大壮，年龄23。去那边找一个你能举起来的石锁，举下给我们看看。前3个石锁是我们兄弟的。下一个，唐东，4叶城人，务农出身。这只剩一个最大的石锁，你能举起来吗？要么等下一批。不用，我试试看。那个最大的石锁，目前就没有1个人挑战成功过。乡巴佬。嘿嘿。好，小伙子身子不壮，力气不小。张小薇通过，评级3等兵。高大胖通过，评级3等兵。不错，有把子力气。葛大壮通过，评级2等兵。唐东通过，评级上等兵。石锁太轻了，力道还是不好把握。新兵蛋子们，我是第6后备军团第7师团第3营团第2大队的大队长庄天。你们这些新兵蛋子，在之后的3个月就归我管了。事先声明，我的训练以严格著称。如果在接下来3个月的新兵训练中，若有不合格，就收拾东西立马滚蛋。现在，都给我去交场！我不会走任何捷径，就要一步步积累军功，登上高位。这个叫唐东的新兵，比预想的还要厉害得多。全体集合！唐东，出列。新兵入营第1天表现出色，现任命你为1号营房负责人。是。有什么了不起？负责人了，够厉害啊！妈妈，你看着吧，我一定会用自己的实力证明，我比那个人更强。累死了。哎呦。
都快给我烤出油来了！各位兄弟，咱们都是第一天来新兵营报道的，以后就是袍泽兄弟了。你们积极应征入伍，谁也不是冲着当府兵来的吧？想要成为战兵，我们必须比其他营的新兵更好。最重要的就是团结。以后我们就共同进退，在战场上干出一番事业来。说的太好了，我葛大壮第一个支持。还真当自己是负责人了。大家都是新兵，你凭什么教我们做事？大家别理他。等一下，你找死！我是1号营房负责人，刚刚说的不是建议，而是命令。我听你的，你就是我们的营房长。熄灯，睡觉。是。营房长已经出去了，我下铺的兄弟也不见了。昨天就注意到了，这个新兵身上有魂力波动，一个魂师怎么会甘愿从最底层做起？除非1号营房迟到3分钟，军容不整，全体训练量翻倍。这哥们心跳怎么变这么快？难道？营团长好，训练结束，全体立正。这位就是我们第6后备军团第7师团第3营团营团长许云。许营长好！如果你们能够通过所有考核，以后就是许营长手下的一名战士。庄大队，这批新兵素质如何？还行，整体素质虽然一般，但也有些好苗子。你们2个出列。好，从现在开始，唐东，你就是第1小队的小队长；戴洛黎，你为第1小队副队长，协助唐东管理第1小队。是。解散。戴洛黎。妈妈，我没事。洛黎，洛黎，妈妈，我捉蝴蝶不小心撞到你，对不起。没关系。你是霍云儿？您是？大夫人说您已经离开了公爵府，
想不到你竟在这里。快，把这些收着。不，我不能收，一旦被大夫人知道。你快拿着。你孩子，我记得叫宇浩吧？他正在长身体，不能少了营养。洛离，快过来，叫哥哥。哥哥。我会常来，有困难一定要告诉我。让我猜猜，你参军的理由，一是为了向白虎公爵证明自己，第二，应该就是那位许云营团长了吧？那个许云，应该是星罗皇室出身吧？你想通过不断获取军功，获得与他对等的地位？你究竟是谁？是父亲那边的人？喜欢一个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。来吧，向我证明你的决心。哼，一个连魂师都不是的人，也敢向我挑战？恐吓金龙！就凭你这样的身手，也想赢我？白虎内心更变。戴洛离的白虎武魂居然充满灵性，有一种精神力与魂力融合的感觉。怎么可能？你连魂师都不是，怎么会这么强大？武魂不是一切。我是白虎公爵的儿子，怎么会败给你这个无名之辈？白虎公爵，白虎公爵有什么了不起？你能在他的背影里活一辈子？谁在那里？云儿，不许叫我云儿，我现在是这支军队的长官。是许营团长。军中严禁私下斗殴，你们是怎么回事？许团长，这是我跟戴洛离的私事，烦请不要插手。你敢违抗我！云儿，你干什么？我一定能保护你，一定会保护你。武魂变异，果然如此。戴洛离的武魂是力量和精神双属性，原本依据白虎公爵传承的白虎武魂修炼法修炼，无论怎么努力，也只会事倍功半。只有通过强烈的外在刺激，激发武魂中精神属性的部分，实力才会突飞猛进。为什么要伤害洛离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这么强，难道是日月帝国混进来的奸细？你很在乎他，我也有很在乎的人。不要！
呀！不要伤害他！不要伤害他！鱼儿，昨晚是怎么回事？我的魂力一下子提升了2级。戴洛离，快，教场集合。昨晚是你。哦。唐东，昨晚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鱼儿怎么样了？这股突如其来的激动，是极其不好的预感。鱼儿，快蹲下！那个方向是西北集团军的驻地，放手！父亲就在那里啊！都已经发生了，你现在去有什么用？从现在开始，不许离开我身边，等有了准确消息再说。唐东、戴洛离，从现在开始提拔你们2人为我亲兵，立即入队。是。你们2个赶紧跟上。戴洛离，随我支援前线。是。唐东，你个人战斗力强，立即奔赴前线调查大军情况，若有余力，寻找白虎公军下落，与其会合。是。坚持住，让伤员先通过。我们拿一些过来。在这边，现在需要治疗，优先执行，快！不知道，那边再撤2个。前线什么情况？恐怖大爆炸发生后，天空落下好多道强光，把山顶巨殿全毁了。大量会飞的魂导师进入明斗山脉，见一个杀一个，7、8成的兄弟们都死光了。先以9级定装魂导炮轰炸军队的防御，再以高端战力开路。通过魂导师团的飞行能力，日月帝国掌控了最重要的制空权，轻而易举赢得战役的胜利。虽然全面大战开始之前就知道和日月帝国有魂导器上的一定差距，但是这差距实在太恐怖了。西北集团军的阵地彻底失守，白虎公爵必然是日月帝国的首要目标之一。面对猝不及防的溃败，如果我是前线少将，我会做什么？一定是向北方撤退，引开日月帝国的最强战力，给大军撤退的时间。
团团长玄机斗罗。玄机陛下，明斗山脉失守对我军的打击巨大，请您率大军即刻回撤玉明城，携第6后备军修筑防御工事。我会率领白虎亲卫断后，为大部队吸引火力。副帅，他们就是想通过打击您，来摧毁全军上下的心理防线。断后的任务交给我。要保住我军的有生力量，关键在于诱敌。敌军之必杀才是最好的诱饵。明斗山脉易守难攻，是绝佳的天然防线。日月帝国对其势在必得，必然不愿以大面积火力将其彻底摧毁。看来你已经有计划了。白虎公爵，你已是强弩之末。只要我携白虎亲卫分散突围，潜入山谷间，便可借地势诱敌深入，伺机反击。玄机陛下，请把耀恒带往玉明城。如果计划顺利，我会撤到天明城，与玉明城联合加固西疆的第2道防线。若有变故，就由耀恒继承白虎公爵之位。不，父亲，孩儿要与你共同抗敌。快走！捍卫国土，死战到底！兄弟们，我代后对不起你们。元帅，没什么好对不起的。这一战，我们可是咬下了敌军半个师团。要不是他们那些8级9级的魂导器实在太多，我们还能继续。元帅，一切都是为了帝国，属下毫无怨言，甘愿誓死效忠。誓死效忠！好，那这最后一仗，我白虎一脉也得打个漂亮。好一个白虎公爵代号，是个值得敬佩的敌人。如果元帅没派出2个实肯的兵力专门追击他，恐怕还真让他逃了。全体注意，务必诛灭白虎公爵！集中火力，目标白虎公爵！武魂真身，精神干扰领域。开！怎么回事？无法命中目标。还不执行你的计划，更待何时？公爵大人，我是一名精神系魂师。父亲，您接入他的精神共享，就能明白一切。白虎所属，跟我撤！教主命我协助你们，模拟。下面的人已被我定住，全力攻击，将他们毁灭吧！没想到圣灵教还藏有如此强者，你我配合，一举建功！全力攻击！
眼下白虎公爵已亡，元帅原定的计划，不对，如果是圣灵教派来的人，为什么不早点现身？现在人怎么不在了？是幻境，竟然连我都被影响了一瞬，到底是谁干的？该死！快追！这玫瑰金兽眼究竟何人？这么强大的幻境魂技，释放者应是一名擅长精神能力的封号斗罗。我的情报原理显示，大陆上根本没有对应的人物呀。恩公，又被您救了一次，无以言谢。以后但凡有用得到戴某的地方，恐怕他们很快就会追上来。全力向前，进入前方的黑色大门就安全了。白虎所属听令，全速有序前进，目标前方黑色大门，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。是。继续前进，不得混乱。白虎公爵，你为何不进去？以魂导师团的射程，在我们完全撤离前就会发动攻击，只有我来挡住他们，才能让更多的人离开。这一线生机，我代号必须为他们坚守到底。别废话，准备迎敌。希望你的属下们能够跑得快一点。你以为我还会再上当吗？全体注意，角度180，高度500至1000米，高爆弹，全方位轰炸。太狠了！只要被爆炸威力波及，我的模拟魂技必然被破。哼，躲得还挺好，但你能躲到最后吗？全体注意，攻击黑色大门，灭杀白虎亲卫。你敢！白虎金刚变，白虎魔神变，收网！什么？那就殊死一搏！白虎真身！塔叶玄武之幻，这是什么时候？水翼技能，魂骨技能，睡翼修罗之瞳，灵魂出境。趁现在，第6魂技，白虎破灭杀！8级魂导器，精神守护之冕；9级防御魂导器，星空守护。升空，接管日月神针。不好，快阻止他！灵魂剥夺，精神护罩，这是精神控制技能。叶雨林，你们也来尝尝日月神针的威能吧！
人皆有秘密，你无需探寻。戴某明白了。他们短时间内搜寻不到这边，你们赶快撤退吧。恩公，可否让我看看您的庐山真面目？2次救命之恩，戴某必有报答。未来，无论恩公有何所求，只要不违背道义，戴某定然遵从。好，记住你今日所言。至于我的相貌，不必再看。恩公，不如随我一起去军营，以您的实力。他到底是谁呢？西疆防御被破这个惊人噩耗已经传遍整个大陆，白虎公爵残部消息不明，高度疑似陷落。皇室成员心情沉重。99公主宣布将带兵亲征，夺回明斗山脉，给摇摇欲坠的军心注入一剂强心剂。我们相信公主一定能带来胜利。带来最新消息：斗灵帝国与天魂帝国派来援军，士气再次大涨。我们有希望了。我军撤退还算顺利，我远远地看见了白虎公爵的旗帜，他应该没事。唐东，辛苦了，我马上向上级汇报，一定给你记上一功。你好好休息。是。同时开启12扇亡灵之门，实在太消耗魂力了。我魂力恢复的速度在急速提升，这是我们植物系魂兽因天地元力而生，也可吸收天地元力为己所用。谢了，八角。这次行动又收获了一枚日月神针，我还真是与这位星空斗罗的作品有着不解之缘。不过，想要真正发挥日月神针的威能，还得达到9环封号斗罗级别。唐东，听说你回来了。战损下来了，西北集团军战死高达7万人，伤者2万人，1万人失踪。也就是说，日月帝国昨夜的突袭损失了我们10万兵力。白虎公爵如何应对？还能怎样？我父亲回来驻扎在天明城，向帝都求援，向2大帝国求援。99公主亲临前线，但边疆的侦察被封死，日月帝国的情报半点没透露出来。可恶，我真是太弱了，大师面前帮不上父亲的忙，只能在这里无能跳脚。封锁侦察？不对，肯定有鬼，我去看一下。我跟你一起去，我保证不拖后腿。可以，你要为我保密，不能告诉许云和你父亲。这么认真，你不是我父亲派来的吗？怎么连他都不能说？答应我。好好，我向天发誓不说。我给你看一些东西。东哥，你这么帅，不对，你是谁？坐下。我的名字是霍雨浩，唐东非我真名，化自我恋人之名。墨银液加上水，这是滴血认亲时才用的材料。你要干什么？轮到你了。别开玩笑了。怎么可能？我们真的有血缘关系？我比你早出生1年，是你的哥哥。我母亲的名字是霍云儿，或许你对她还有印象。小时候，
我也生活在白虎公爵府，你母亲对我妈妈非常照顾，我妈妈很感激，直到她去世前还念念不忘。云隐，原来你是他的儿子，这说得通了。妈妈因为公爵夫人的迫害去世，白虎公爵府欠我的一切，我会亲手讨回，但不包括你们母子。你母亲对我们有恩无怨。你回来是要对付父亲？等国难结束后，有了足够实力，我会重返白虎公爵府，将一切清算。哥，但我不会帮你对付父亲的。这个我知道，没必要。我告诉你，我们真正的关系，就是希望你绝对信任我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会让你在最短时间内变得强大。事不宜迟，我们立刻出发。现在，哥，我去找2匹马。不用。那我们怎么去？好冷，哥，你什么水平？会飞？区区魂圣，你真的只比我大1岁吗？我才3环。没办法，我是怪物。这是日月帝国研发的8级超高空探测魂导器，距地面3000米高，封号斗罗都难以发现，几乎代表了日月帝国的尖端科技。我们赶紧通知军部，让他们打下来。不急，精神干扰。哥，你说这玩意儿干嘛？当然是做研究。对了，刚才你不是觉得冷吗？我帮你热热身如何？好啊。要害死我吗？这一点也不好玩。你看你身上毛发，你武魂中的精神和白虎属性正在融合，等你完全转变为血虎，就是进化完成的那一天。你真是我亲哥吗？下次能提前说声再跑吗？那就没刺激效果了。防守这么严密，这片阵地上究竟有多少魂导师团？不，日月帝国在阵地上布置了大量的防御魂导器，魂师和士兵的数量却极少。他们雷霆一战抢占明斗山脉，怎么会不派兵力驻扎在这里？就不怕我军援兵赶到后发动反击吗？所以他们才要完全封锁我们的侦察，这是攻城计，以声势浩大、兵力雄厚的假象震慑全大陆，引来各路援兵。其目的却不在于跟我军殊死一战。洛离，你必须马上赶往天明城，向公主和元帅汇报一个重要消息。哥，你快去！日月帝国玩了一场大阴谋，我们所有人都上当了。日月帝国居然出现了一个如此厉害的人物，他会是谁？帝号战神，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，威震乾坤。元帅，白虎公爵从我手中逃脱，请您责罚。叶大师不必自责。到目前为止，情况尚未脱离我的掌控。那我们还要继续等吗？不必了，
大批援军已经进入星罗范围，时机已到。明天清晨就出发。这次我们要一鼓作气，攻向目标。布下此计的人简直智谋卓绝，以空城计蒙骗全大陆，却是为了声东击西。元帅，我们的目标难道不是星罗城？不错。我们真正的目标是……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日月帝国真正的目标是天魂帝国。帝后战神，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，威震乾坤。报告，唐东觐见。快让他进来！唐东，大半夜你去哪里了？白虎公爵制定策略，准备反攻明斗山脉了，马上发动。若离那小子消息还算送得及时，看来白虎公爵的应对是以攻代守。明斗山脉守卫寥寥，正是收回的时机，也可牵制日月帝国，使其不敢对天魂帝国全面用兵。你负责侦察战场，现在立马出发，还能追上先头哨兵。是。必须派遣魂圣以上的军官强者，对明斗山脉进行试探性攻击，消耗日月帝国防御，再一举建功。公主殿下，此举不妥，只需让他们摧毁空中封锁，探明日月大军的动向，再行计议。不能再拖了，一旦天魂沦陷，对于星罗帝国来说是何等危机，后果我们可以承担吗？传我命令，星罗所属精锐军团出战，务必拿下明斗山脉。第六魂技，西锤涌劫。殿下，魂师们进行了几轮试探性攻击，消耗了不少日月的奶瓶储量，良机已到。很好。果然，日月根本没有大军进入星罗境内，只是派兵在明斗山脉据守，牵制星罗主要军力。星罗所属，全力进攻！不惜代价拿下明斗山脉！不惜代价拿下明斗山脉！第五魂技，青狼突击。第五魂技，紫焰冰封。第六魂技，流焰天杀切！日月的奶瓶储量耗尽，魂导阵地坚持不住了。
星罗占据绝对优势。第六魂技，烈空风翼斩。第五魂技，龙皇坠灭。武魂融合技。双强炎破！冲啊！啊！他们已经是强弩之末了！目前攻下明斗山脉防线不成问题，日月元帅得知后也会勒马回传支援本部，天魂帝国之围力竭。总觉得哪里不对，隐隐有一丝不祥的预感。不能再靠近了。目标就在眼前，攻上出发！三圣狼元魂骨技能，瞬移。魂圣军团就此湮灭，绝对压制性的毁灭气息，再慢半秒，你的精神空间也会泯灭。败了，这是目前为止我离死亡最近的一次。那道惨白光芒扫过时，如果不是命运之力赋予的灵感以及我自身的果决，我立刻就会身陨于此。主峰上的那股力量究竟是什么？约翰，你可知日月帝国最强魂导师的名号？莫非是传说中的10级魂导师？无限接近，真正的10级魂导师理应被称为神奇。他老人家的壮举是历经32年制作了一件日月最强魂导器，也是斗罗大陆最为强大的魂导器——死神。什么样的魂导器竟能被称为死神？如果有一天你亲眼见到的瞬间，就会明白，死神一出，日月无光。老师真希望你永远不要遇到，也不要碰到这位面相。他本人的称号也是死神。这次打击后，明斗山脉恐怕会变成星罗不可逾越的天堑鸿沟。天魂那边呢？我不能再继续当星罗帝国的小兵了，必须立即回学院报信，由海神阁定夺。今日之败，在我一人，是我刚愎自用，以错误的战术导致我军损失惨重。我会向陛下自请处分，不会让他降罪于诸位。公主不必如此，此次大败绝不是您一人之责任。身为元帅，
末将默认并赞同了您的战术，便要负起主要责任。当务之急是侦查清楚那道白光的相应情报，否则下次战场遭遇，我们依旧会重蹈覆辙。公爵大人，请起。那道白光的线索，我认为一人有可能接触到。是谁？犬子戴洛黎。元帅，你这次送来的消息非常重要，你是如何得知的？你背后是谁在指点你？就我自己想出来的。说，不说，以奸细论处。小弟这次难得立了大功，父亲您就……你叫我什么？军营之中没有父子，只有将军与士兵。是，元帅。元帅，告诉我这一消息的人，对我们只有善意，他的判断也很准确。洛黎，你不用告诉我他的姓名。接下来我问你几个问题，你只需点头或摇头就好。这是不是不违背你和他的约定？他的武魂是不是精神属性？他的身高1.9米左右，身材匀称。这形容让我想起一个人。我明白了，他曾经2次救过我的性命，又神秘莫测。如果是他的话，没有问题。他2次救过您。说来话长。第1次是在等久了吧，小南？你迟到了，快上车吧，不然赶不上史莱克城的拍卖会了。当年海神原定情之处，就在此地。冬儿，你去了哪里？我好思念你。你不是梦到自己
冬儿，冬儿。找死吗？你是谁？是我，冬儿。我不认识你。对了，冬儿，伯父说你失忆了，你是不记得我了吗？什么冬儿？你认错人了。我是霍雨浩。我不是什么冬儿，记住了，本姑娘叫唐舞桐。你又不会太伯曾告诉过我，冬儿被他父亲治好了，只是失去了一切记忆。于浩，你回来的正好。本体宗信使来报，天魂帝国遭遇日月侵略，毒老怪遭圣灵教邪魂师偷袭围攻，力战不敌，导致天魂连丢了好几个城市。我所要禀报的情报正是关于此事，必须马上召开海神阁会议。日月竟是声东击西，实际目标是天魂帝国，难怪星罗天魂两国同时大败。现在不宜插手战争，而应该加快发展自己，尽可能多获得前线消息，再做定夺。我赞同，继续加大对传灵塔、魂导系和唐门的投入。我们史莱克自己的魂导师军团也该成立了，加强史莱克城防军训练。从各地紧急召回内院毕业生，统一装配魂导器，随时做好支援前线的准备。贝贝，如果参战，你们唐门有多少配套魂导器的储量？能全副武装500名魂导师，其中包括全地形自走炮台、人形魂导器、后勤补给、探测魂导器等。很好，就叫唐门魂导师团吧，以唐门为名。谢谢玄老。在魂地里挑选魂师，内院和城防军的人员随你们召集。灵儿、多多、少哲，你们配合他们去办。于浩，你还要回到前线去，你是学院培养出的唯一一名极限单兵，论侦察能力，没人能和你相比。是，万事小心。死神射线的威力，估计是我挨上一下也会重创。有机会，你将死神魂导器的秘密探知，否则，未来三国不知道要用多少生命填补。徐三石、江楠楠、唐舞桐3人也跟你同去。唐门中，你再另选3人同往。你们用普通士兵的身份也不合适。学院出具一份文件，介绍你们去见白虎公爵，配合他行动。唐舞桐，他是预备史莱克监察团，你和三石楠楠就是他这次考核的考官，他也是一位故人。会后你去见见他。好，回去吧，好好将他再次介绍给伙伴。宇浩，太好了，你安全回来了！你小子上次回来连招呼都不打，就不见人影了。哎，你不知道了吧？我们都到70级了，就差个魂灵。那太好了。蓝秋秋，你也在？我为了报答舅母之恩，加入唐门了。这下可是好事成3。啊，还有好事？
我不是冬儿。这位老师姓唐，名武同，是史莱克监察团预备团员，也是我们此行的伙伴。武同，你好。回来了就好。这不就是王冬儿吗？这次任务开始之前，三师兄、四师姐，我们先去一趟传灵塔。传灵仪式，太好了，宇浩，你可要亲自为我们传灵啊！我们唐门和学院一直都互帮互助。他不就是王冬儿吗？唐门和学院怎么都不认识到我了？冬儿刚苏醒不久，我需要点时间帮她恢复记忆。要得益于宇浩。小师弟，你布置的这个法阵还真是神奇，光元素竟如此浓郁。传灵塔吸收阳光中的光元素，并存储起来，用于传灵仪式。塔主好。霍学长，霍学长来了。霍老师，关于传灵，最近我有一个问题不懂，想请教您。霍老师，我也想问。这个。今天先讲解到这里，我还有事，下次再跟你们讲。谢谢塔主。太好了，这个魂灵咒语难题终于明白了。魂灵究竟是什么？能够保留神智，并自愿与魂师融合的魂兽。对于生命已经走到尽头的一些魂兽，能存在于魂师身上延续生命，并有极微小的可能获得永生。永生？怎么可能？如果魂师突破极限斗罗的界限，就有可能。不止，得有神奇之位才行。神奇之位。霍宇浩，碧姬前辈，跟我来吧。这是万年修为的天龙马，拥有纯正的龙脉，只因幼年遭遇重创，在进化到万年层次时未能长出龙翼，以致生命力渐衰，走到生命尽头。贝贝，你拥有浓郁光明圣龙气息的武魂，正与它契合。天龙马，让我帮你摆脱这具衰老的身体，好吗？我知道我们人类魂师的生命与你们魂兽相比不值一提。但若你愿意与我签订魂灵契约，我向你保证，我会在有限的生命里让你重新拥有活力，请你相信我。大师兄，我要开始了。贝贝，你也太帅了！71、72，我的魂力又连升2级，达到72级。谢谢你，天龙马。恭喜大师兄。谢谢你，贝贝。以后我就叫你天龙。恭喜你，天龙马。下一位是胭脂软金蟒，已经有3万年的修为。楠楠，她身体柔韧且善于近身作战，很适合你。传灵仪式进行之前与魂兽交流，这是宇浩首倡的规矩，将心比心，
以诚打动魂兽才是正道。不错，而且他的大脑容量接近人类的大脑，如果能与你们人类魂师相互通联，学到魂技，对你们俩战力的增加也是不容小觑。但是，他为你们史莱克的一位超级斗罗所伤，一直被病痛折磨。你，胭脂，你们不要插手。对不起，是我们人类给你造成了如此严重的伤害。我理解，甚至共情你对人类的仇恨。如果可能，我更愿意为你治疗好身体的伤势，而不是让你成为我的魂灵。白灵塔建立以来，我越来越认识到，我们人类与魂兽之间的关系，不应该是以前那样的杀戮。杀戮令我们充满仇恨，进而影响到整个世界的生态平衡。我江楠楠对天发誓，今生今世，绝不再为了获取魂环猎杀任何一只魂兽。如违誓言，天诛地灭。说得好，楠楠，我也一样，未来绝不再为了获取魂环而猎杀任何一只魂兽。如违此誓，天诛地灭。我霍雨浩也发誓，我会尽全力帮助大家与魂兽和平融合。碧溪前辈，我代表唐门约束门人，未来获取魂环以魂灵为主，做全体人类的榜样。不知为何，我总觉得一起发誓的人群中，也应该要有我。谢谢你们，我能感受到你们的诚意。楠楠，开始融合吧。楠楠消失了。看来是发生了什么奇妙的变化。我能感觉到，他从我身上学到了3个魂技：瞬移、重力控制、无敌金身。但他似乎还在领悟，未来可能会学到更多。我的楠楠更完美了，下一个就是我了吧？等不及了，碧姬前辈，快让魂兽出来吧！这不就是？许三石，你不舍爱人的心意十分可贵，我可以给你一个提示。
这是黄金玳瑁，他才3万岁的年纪，本应属于青壮年状态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近来生命力流逝的特别快。三石，你赶紧与他融合，挽回他性命吧。你好，黄金玳瑁，我是徐三石，你愿意成为我的魂灵吗？现在就看黄金玳瑁了。距离成功就差最后的一步了，他怎么好像在犹豫？碧姬前辈，三师兄与黄金玳瑁的融合已近尾声，只是尚需时间。传灵塔事务繁忙，这里就交给我们吧。那就有劳你了。小师弟，你为什么要支走碧姬前辈？大师兄，你等会儿就知道了。10万年魂环，刚刚碧姬不是说黄金玳瑁只有3万岁吗？终于完全进化为黄金玄武武魂了，比普通的玄武品级还要高，而且完全稳定，不会再退回玄龟了。我真替你高兴。好肉麻，我要吐了。宇浩，我现在换个魂灵还来得及吗？这个嘛，这是生灵守望之金，我从帝天的生命之水中偷的。原以为吞下它能助我提升修为，拳打雄军，脚踢地天，率领玳瑁一族一统星斗大森林。你志向挺远大的，但谁知道这块生灵守望之金熟悉了我的身体之后，竟然开始反向吸收我的生命力，我用尽办法都没能把它重新取出来。那我明白了，你10万年的修为就是被这块生灵守望之金生生拔上来的。要不是你们，我的命就搭给他了。你的生灵守望之刃把生灵守望之金吃了？不是吧？这生灵守望之金这么多！小师弟，你别吓我！我好像听到了神界的呼唤，就是神界的呼唤。
什么硬生生切断了？是帝天的逆鳞。这么快就来了吗？不过，你皆承载着我帝皇瑞兽的气运，此生就只能留在星斗大森林。不要着急，我能引动一次，就能引动第二次、第三次。可是，这种机会1000年才会出现一次呀。那就击败帝天。他为何要这么做？总有一天，我会击败帝天。我们该怎么做？我似乎已经找到一次方法。就算帝天能遮蔽的，也只有我，而不是天。兽神也无法遮天，所以他今天慢了。宇浩，只要你尚有斗志，我们都会一直陪你走下去。宇浩，我没事。刚刚是帝天前辈融入我体内的一股力量，感受到我气息的变化，现身保护我。对不起，大师兄，现在还不能告诉你们真相。这分明是神界的气息，这家伙错过了一个重大的机会。对了，三师兄，你那块生灵之晶还在我这儿。嗨，这么烫手的山芋，我巴不得你赶紧拿走。谢谢你，三师兄。走吧，魂灵融合完毕，我们回唐门准备一下，也该出发去明斗山脉了。宇浩，古一、秋秋和季兄此次与你们同去，我留守唐门。有我在，放心吧，贝贝。大师兄，一切小心。落日森林那边如有情况，一定等我回来。放心吧。你说谎，帝天的力量打断了神界对你的呼唤，那根本不是你说的什么庇护的力量。嘘，我只是不想大家为我担心。不过，你为什么能看穿？难道你了解神界？略知一点。这个现象是神界有一位神奇想要把神位传给你。难道那就是传说中的神奇？或许你一生都不会再有那样的机会了。你很担心我？哼，你想多了。哪怕你已经忘了我，还是会关心我吗？我背负着天梦阁他们的寄托，为了成神，我将竭尽全力。只是谁也不知道，我心中你才是最重要的人。这个人身上似乎有无数秘密，有些秘密还与我有关。不，我想他做什么？不管有多神秘，他也是个坏蛋。最多是个实力非凡的坏蛋。太好了，今天终于能吃到宇浩的烤鱼了。那是我们都沾了武藤的光。这家伙做事还蛮仔细的。他可
可是烤鱼大师，当初我就是被他的烤鱼汤的香气吸引，才因此结识的。烤鱼还有一会儿，我们也别闲等着。老季，我们活动一下筋骨。正合我意。啊！古一姐，我们去看看。梧桐，你帮忙开下火候，我得去盯着他们俩，不要闹出格。好。老季，你也很懂读氛围嘛。废话少说，开始。不是，真打呀！算了，打就打吧。宇浩啊，咱兄弟做的够意思了吧？季兄，请。要上你上，我可不爱打架。我先闪喽！别一味躲避防御，要主动出击啊！闭嘴，该你上了。玄武置换，玄武阵，头好晕呐！审判之剑，湮灭斩！玄武遁阵，先为我附着黑暗，再以神圣光明之力审判我吧。玄武之力，审判之剑，湮灭之魂，玄武置换。小心我的烤鱼！老季，就不磨蹭了，直接决一胜负吧，奉陪到底。第七魂技，入魂真身。魂技，玄武真身。玄武之玉，剑玉星辰。我输了，承让。嘿嘿，楠楠，我赢了。好了，别得意了，宇浩那边都要烤好了。好香啊！差不多马上就可以吃了。宇浩，这么香的烤鱼，等下我们谁先来？你们先吃吧，我有干粮。我看这样吧，我们之中谁年纪最小谁先吃。这主意好。古一姐，你多大？我22。嘿，古一姐，我比你小啊，我20岁03个月。梧桐，你呢？
我18岁。什么？好好吃。当然会好吃了。我用入微境界的精神力覆盖了鱼，烤鱼时控制的精细程度，简直是在制作一批魂导器。真是怪事啊！闻着味道比以前还好，而且有种浓浓的爱意啊！我闻到了爱的味道。这手艺是小时候妈妈教我的。妈妈说，烤鱼的诀窍就是要把对家人、恋人的爱也融入其中，才能烤制出最好的烤鱼。他还挺有一手的，难怪这烤鱼这么好吃。宇浩，今天这顿烤鱼必须要管饱，大家都饿坏了。我们来自史莱克学院，此次受学院命令前来支援西北集团军，还带来了玄老给白虎公爵的亲笔信。这个人好像是霍雨浩，就是那个创建了传灵塔的大英雄。对，你快去禀报元帅。宇浩，是你来了。父亲，这位就是一手创办了传灵塔组织的史莱克学院年轻一代第一天才，也是史莱克学院海神阁最年轻的成员霍雨浩。哥，你是在玩哪出？原来你竟是史莱克学院出身吗？你们之前见过他，你还记得他吗？当然记得，果然是英雄出少年。传灵塔是学院和3大帝国以及星斗大森林联合创办的，并非是我。如果没有你研究出魂灵，我们可创办不了传灵塔。现在，传灵塔在魂师心中犹如圣地，未来发展不可限量。如果不是战争，我都想去你们传灵塔总部走一趟。公主殿下过奖。这是玄老写给公爵大人的信。眼下已经确定，日月帝国的目标就是天魂。斗灵帝国已经派去援军，我们也几次对日月帝国发起进攻，试图牵制日月帝国，为天魂帝国分担压力，但收效甚微。你们来担任侦察的工作。我们之所以一直处于被动的局面，就是因为日月帝国的高空探测魂导器封锁了我们的侦察，让我们对敌人根本没有了解。玄老对你们的侦察能力十分推崇，我想知道你们能做到什么程度。想不到霍雨浩精神力到了如此境界。这个精神功效与2次救下我的那个人一样，他们都是精神类魂师。日月帝国的空中封锁确实很强，但也不是没有破局之法。就我对日月帝国魂导器的了解，他们的空中探测魂导器的极限高度是5000米。如果有一位封号斗罗能带我飞到5000米高空，我就可以利用滑翔掠过他们的空中探测魂导器，深入明斗山脉进行侦测。如果有一位封号斗罗能带我飞到5000米高空，我就可以利用滑翔掠过他们的空中探测魂导器，深入明斗山脉进行侦测。这样做太危险了，5000米高空也是魂师的生存极限。那里空气稀薄，而且温度会骤降到零下150度，就算极限斗罗都没办法活动太长时间。宇浩，5000米高空太危险了。我是冰属性魂师，低温对我没有影响。至于空气稀薄，我也有一定办法。放心吧，三师兄。好，宇浩，我们相信你。我就以茶代酒，祝您马到成功。
你既是我们星罗帝国人，不知先乡何处？星罗城附近的一个小村庄罢了，没什么名气。好，一个小村子能培养出你这样的人才，真是难得。那是因为咱们史莱克学院人才辈出。不多做寒暄了，公爵大人，事不宜迟，我们现在就商议战术吧。你们远道而来，已经很疲惫了，而且行动开始前需要周密的研究和布置，先休息一晚吧。梧桐小姐也有如此雅兴。星空又不是你家开的，只允许你一个人欣赏吗？你真的打算明天一个人冒险去侦测明斗山脉？如果东儿在的话，我们俩联手，成功率会更高些。我们有武魂融合技，能发挥出1+1大于2的作用。东儿，你整天脑子里除了东儿没有其他人了吗？这些天在路上，你的大情圣故事我都听烦腻了。我并不是什么情圣，我唯爱东儿一人。我今晚找你，是有件正事。第一次见到你时，我便感觉我们的魂力可以相融。不可能。好吧，我是真觉得我们有武魂融合的可能，能不能试一下？如果可以的话，未来我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，战斗力会得到极大增强。2个魂圣如果施展武魂融合技，加上你强大的武魂，威力可观。好吧，就看在你烤鱼的份上。不过，我只给你1盏茶的时间。就在这里。我们开始吧。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，再来。他真的不是东儿。武魂融合哪有那么容易？如果可以，我会没有感觉。喂，你怎么了？对不起，打扰了。不就是魂力不能相容吗？他怎么跟得知伴侣死讯似的？为什么我有种心痛的感觉？我好想做你的妻子。宇浩，冬儿，我真的好想你。唐舞桐不是冬儿，冬儿，你究竟在哪里？这家伙昨晚的反应很不对劲，我要不要关心一下他？早，唐小姐，走。你昨晚，这家伙在搞什么啊？
就因为武魂不相容，就不温柔了，变得这么疏离。你和宇浩大早上的这是怎么了？楠楠姐，一个人如果认为自己的武魂和另一名魂师有可能融合，于是就去尝试了，但失败了。这种情况对他的打击会很大吗？梧桐，你说的不会是宇浩吧？他和你武魂融合失败了。没想到竟会是这样，我们错了，可能我们所有人都错了。你不要说谜语了，快讲。抱歉，梧桐，宇浩为你带来的困扰，我代他向你致歉。这对他的打击实在太大了。当初，宇浩刚来史莱克学院的时候，有一名室友叫王东。他们俩亲密无间，共同学习修炼，一起努力，崭露头角，拿到新生考核的冠军。后来，他们还一起参加了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斗魂大赛，大放异彩，为学院争得了冠军，获得终身史莱克七怪的荣耀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大家的实力不断增长。宇浩参加海神园大会，发现王东竟是女孩子。他们俩很快成为了羡煞旁人的情侣。然而，冬儿似乎有先天疾病，宇浩为此前往落日森林，以自身重伤为代价，换来了天才地宝，挽救了冬儿。他自己却双腿残疾，无法行走了。即使他坐着轮椅，依然带领我们进入了精英大赛的决赛。不过日月帝国狼子野心，突然对我们下手，逼我们进入乾坤问情谷。冬儿为了宇浩身受重伤，昏迷不醒。直到宇浩又遇见你，我们都以为冬儿回来了。这里是明斗山脉的最高峰，一览众山小。如果我能从这里突入，日月帝国军队的整体部署，我能尽收眼底。坦白说，你指的这个地方，是我们目前最想要进行探测的地方。但是，我不能让你去。为什么？就是这个地方，吞噬了我星罗帝国200名魂圣以上级别的魂师，给予了我们重创。难道传说中接近10级的魂导器死神塔就部署在这里？我知道，我一早就猜到日月帝国会把最强的魂导器部署在这里。我有自己的打算。此前他们凭借这件魂导器重创了星罗帝国，肯定不会想到我会从那里突入。我这次突然侦查，一定能打对方个措手不及。还是太冒险了，我们可以从别的地方潜入侦查。死神塔是最大的威胁，日月帝国军队其他的情报都不能与之相比。放心，我有80%的把握全身而退。好，作为一名军人，我确实无法放弃这样的机会，哪怕把我自己当诱饵来牺牲也在所不惜。宇浩，你需要我们做些什么？这需要周密的战术安排。我需要星罗帝国做出佯攻，吸引对方的注意。佯攻的位置最好选在……他真的要去冒险了。楠楠姐说的那些事，他今天状态那么差，真的可以吗？
为什么我心中会在意他的安危呢？在这个位置，我需要有人空中接应。我来吧。除去已经被安排任务的封号斗罗，剩下人当中，我的武魂最擅长飞行，其次是古一姐的神圣天使，但她的天使武魂在夜空中太亮了，容易暴露。这主意不错，今晚我们就全部行动起来。好。那么武桐，你作为第一道空中接应，古一在后方做第二道空中接应。三师兄、四师姐、季兄、秋秋，你们做地面接应。大家先休息1个时辰，调整状态。日落后开始行动。好。这个家伙，为什么他的眼神中包含着一份决绝？全军出发！宇浩，我出发了，要小心，要小心啊！哥，你搞什么？这么大仗势，今晚你要干什么去？我今晚要去探查日月帝国防线布防的漏洞，去把珍贵的情报带回来。你一个人吗？好危险的！洛丽，你记住一句话，就是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。这个傻瓜，他这么坚定的要侦查死神魂导器，难道和昨天武魂融合没有成功有关吗？我与99公主、玄机斗罗他们商议决定，这次行动为了保密，就由我亲自送你上去。走。这个家伙到底心里在想什么？宇浩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如果有任何不适，立刻告诉我。我们不是不能停下来。我没事，继续吧。他怎么了？语气冰冷而淡漠，是高空的极寒影响了他的情绪吗？3000米，4000米，我的飞行魂导器快撑不住了。那我做好了。这是父亲？不，他不是。用8角玄冰草控制体温，日月帝国的热感魂导器就探测不到我。
宇浩，现在是5500米高空，你还有更高吗？我的极限应该能飞到6000米。可以了。宇浩，一定要小心，安全为重。若事不可为，切记不要冒进。我要送你出去了，准备。这小子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能力啊！我个体所烦忧的问题，在无尽夜空下显得如此渺小而不值一提。啊！成神的机缘又来了！地天，这已经是他第2次截断宇浩成神的机缘了。我会用我自己的方法打破他的束缚。看来是时候让地天给点好处了。第2次，这已经是第2次了。这是为什么？我追寻了80万年不可得的东西，竟然在短时间内2次出现在他身上，向他发出召唤。为什么？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这么不公平？就因为我是魂兽，而他是人类吗？最危险的时间段有2个，其一就是我释放出精神探测的瞬间，其2是撤退时刻。我得提起100%的专注力和精神。星罗军方为了掩护我的适应性攻击开始了，佯攻开始了，事不宜迟，武魂之身。精神力屏障。一道巨大的精神屏障覆盖了整个明斗山脉最高峰。精神波动双属性探测魂导器，不好，他要定位我。3圣狼猿魂虎技能，瞬移。好险，被定位到的话，下一瞬到来的就是致命打击。就算要撤，我也要在走之前。要下你们一块肉来。高空探测魂导器是需要同地面建立信号连接来工作的。如果能避开探测魂导器的监测，近距离释放干扰信号，就可以阻截通信，让探测魂导器失明。日月帝国，我也让你们感受一下失明的滋味。什么？超高空探测魂导器失效了？是的，狂牛冕下，目前已经有6台超高空探测魂导器接连失效，数字还在往上升，可能是故障。毕竟超高空探测魂导器的技术还不够成熟。不，是敌袭！邪卷魂斗士团出动！那位大人物下了命令，要不惜一切代价将来袭者留下。哼，这是自然。不好！
反应过来了。我也不会只是被动防御。地剑，兵极无双。邪君魂导师团长，狂牛斗罗王一恒，你跑不了。你我之间正好有一笔旧账还没清算。狂爪！看你往哪儿逃！烈焰天罗！ 不愧是9级魂导师，这样也不能重创他。混蛋！晨光激怒他。356颗烈焰天罗，全体出击！天罗地网！小子，受死吧！你的礼物还没收到，我怎么舍得死？混蛋！后会无期，玄武之发，玄武对阵。到你了，楠楠。圣仪，无敌金身。什么鬼？白白损失了我好多颗烈焰天罗。啊，怎么回事？一切寂灭了。 烈焰天罗，原来不止一个毛贼！别想逃！青天卧杀！光明龙神蝶。 10万年魂环，他竟能硬挡9级魂导师，那又如何？第6魂技，龙神武天杀。
边缘有蝴蝶翅膀波浪形的弧线，龙翼铡刀。虽然相似，但这不是冬儿的国民女神蝶。王一恒，你中计了！就凭你们！邪君魂导师团的尖刀小队很快就会到来，我们抓紧时间解决他们。武魂真身，玄武阵，第六魂技，天使之舞。啾啾，我在，我们一起。第五魂技，圣剑。第五魂技，胭脂泯灭剑。这种痛苦、眷恋的熟悉感觉是什么？我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。我还不能死！他要破釜沉舟。
万父铁罗归师。他的精神力濒临崩溃，太危险了！宇浩，回来！解决他的好机会。霍宇浩，我来助你。命运裁决。接着，霍宇浩。黄金龙神枪！这牛头还真硬。我来助你。灵魂暴阵。我不该死，不该死！当年助纣为虐，围杀我和我的朋友时，不应该做好如今的心理准备了吗？我后悔了，我当初要是……他这一身魂导器摔坏就可惜了。古一、秋秋，收集这些散落的魂导器，就拜托你们了。嗯，没问题。团长竟然被杀了，回去复命吧。此仇，我们迟早会报。这家伙全身魂导器都是值钱的宝贝啊！狂牛斗罗竟然这样被围杀了。太好了！一名9级魂导师的尸体，能为帝国带来多大价值的情报？在历史上，还从未有过这种战利品。王一恒是第一个。宇浩，你怎么样？没事。魂导器都搜集完毕了。白虎公爵，王一恒的尸体就交给你们了。将狂牛斗罗尸体带走。是。这是3000米高空对地面探测魂导器的核心法阵，日月帝国的最新科技。我收缴了数个，供给给星罗的魂导科技师研究。宇浩，你们一行这次的收益实在难以估量。你们都是少年英雄，国之未来。我会亲自向陛下禀功。有了，我累了，得回营休息。宇浩，应该是刚才宇浩使用后东掌，牵动了内心对东儿强烈的思念所致，让他好好睡一觉就可以恢复了。我们先回去吧。东儿，你真的还活着吗？当初我送你回昊天宗，牛伯太伯对我那么冷淡，到底是因为你沉睡了，还是……东儿，如果你真的离开了这个世界，就带我一起走。刚才他那一掌叫什么？为什么我感觉如此的悲伤？王一恒真的是被霍宇浩和他的伙伴们杀死的。我比宇浩要大5岁，但在整体实力上已经被他们远远抛下了。他们是怎么做到的？我只能看到最后一幕。从当时情景判断，
应是宇浩7人在主控魂师的有效调动下，将战斗力发挥到极致，不断削弱王一恒。由宇浩的浩东掌给予致命一击，其关键作用的有4人：许三石、江楠楠、霍宇浩和季绝尘。主控魂师吗？这个人只可能是霍宇浩。公主殿下说的不错，当年我们与霍宇浩参与第1次精英大赛时，他作为主控魂师，发挥了功不可没的作用。更何况如今，他不愧是未来海神阁阁主的人选，难怪一小小年纪就成为海神阁最年轻的成员。宇浩，你这次可是立了大功。元帅过奖。晚点陛下会有奖励，甚至爵位加封。现在大军士气正盛。爸，天魂帝国紧急情报！斗罗大陆要掀起一场浩劫了。天魂帝国全线溃败，本体宗遭受重创，国都天斗城实现了。战争开始才10几天，恐怕再有半个月，天魂帝国就全境沦陷了。那时候，星罗帝国侧翼、斗灵帝国正面和史莱克城都将遭受威胁。公爵，我们该怎么办？2个办法：一保守，一激进。保守之法是，我们立刻撤军，集结全部力量向学院求援，团结斗灵帝国和隐士宗门，趁日月帝国侵略天魂帝国分兵之时，与他们的主力决一死战，拼上一回。激进之法呢？孤注一掷，破釜沉舟，攻敌必救，冲入日月帝国，长驱直入，不怕他们不回援。你是说硬冲？不行，死神塔的威胁太大了，很可能令我们全军覆没。关于这一点，我有了具体的办法，且是有效之法。什么？我个人的极限单兵计划是这样：这是一口虎牙，我父亲当初传给我的。据说，是先祖击败一头虎类魂兽留下，有杀伐之气护身。你带上吧。谢谢。说谢的应该是我才对。感谢你为星罗帝国做出的贡献，所有星罗人都铭记于心。我们出发吧。到这里就可以了，我能自己滑翔过去。宇浩，保重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无论如何，活着回来。近身探测。上次的行动之后，日月帝国增加了更先进的波动探测魂导器。日月帝国为了发现我，竟然用超高空探测魂导器作为基座，再在上面放置波动魂导器进行探测。但这些根本拦不住我。上次差不多是这个距离出现的精神屏障。命运裁决。
测，这就是传说中接近10级魂导器的死神塔。不好，死神塔在积蓄能量。刚才一股刺痛直刺我灵魂深处，仿佛跟死神擦肩而过。 你怎么会在这里？这有什么？我有天赋能力，跟你一起混进来的呗。没有本姑娘的帮助，你刚才要被集火了。你怎么这么大的胆子？这里不是你应该来的地方。少废话，快说，接下来怎么办？接下来你要听我的指挥，我将你送到山上，你只需全力破坏，不用管我。 1000米、500米、400米，快了！不好，是7级魂导器抗拒之光。抗拒之光唯一的作用就是将受击者推远，平时根本没有大用，在此时却造成最大的阻碍。我给他扇远不就行了？地剑，冰息无双。 1、2、3，一落地，我就预备开启最强魂技，将死神塔一举摧毁。不好，死神塔启动了！梧桐，强神塔印，玄武之幻。 如果我回不来了，你将真相告诉他。哥，你想通了？只是家国大义面前，没必要了。你一定要安全回来。我的身体正在被裂解，生命力在流逝，精神之海在崩溃。好在还有。这是用多少数量的冤魂才能炼制的武器？他的金光好强，是什么力量？被死神之光击中，居然还能活着，你怎么做到的？逆鳞救了我。上次他击杀我们团长，这次我们瓮中捉鳖，为团长报仇。梧桐，帮我争取点时间。他们交给我来解决。地魂技，龙神咆哮。
启动联动攻击！第二魂技，龙翔怒。快发射！辛苦了，霍小友，剩下的就交给我们吧。第6魂技，万壑雷音。总算能够和这些混蛋干一场了。第5魂技，十方日灭斩。护国斗罗陈刚前辈，这里比星罗城更需要我。第5魂技，幽暗星域。第6魂技，万法星云。第6魂技，劫灭空明破。第6魂技，八荒尽灭。第5魂技，世尊法相。第8魂技，万穿归虚。第8魂技，九霄风雷引。哪里冒出这么多封号斗罗？去见你们队长王一恒吧。这次有10位封号斗罗主动请缨。这些魂导师不足为虑，但山上魂导器实在太多，这里就是主峰。没错，通过几次探查，死神塔魂导器的威能我大致清楚了。我的精神力一来到死神塔附近，就感到刺痛和灼烧，说明死神之光也是由精神力构成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是大量怨灵压缩凝聚而成。怨灵，看来还是需要你这个精神魂师来摧毁它。那我们分头行动。巨锤、随行，你们护送霍雨浩等人从山体内部前往峰顶，摧毁死神塔。其余人随我分散剿灭剩余魂师和魂导器，为后方大军开路。最后，我们峰顶会合。河山大牛，山峰内部空了一些，随行，该你了。第6魂技，无间星极引。
这里就是明斗山脉的主峰。不对，守护的魂师们在哪里？这就是死神塔。果然有好强的精神压迫，我来锤烂它！地九魂技，千重钢卵步！我说什么人能够进入我的精神屏障？原来是一个擅长精神力的小家伙。死神塔还缺一些强大的灵魂，作为主魂镇守，就收了你们几个吧。无法动弹了。6个万年加3个10万年魂环，是极限斗罗。除了黑暗圣龙龙逍遥，日月帝国竟然还有一名极限斗罗，而且他掌控着死神塔，说明他就是日月帝国最为神秘强大的死神斗罗，也是一名9级魂导师。极限斗罗已接近半神，如果他获得神位，就能真正成神了。难怪日月帝国对明斗山脉的防御如此放心。他出现后，我的精神探测就被完全压制了。死神斗罗前辈，您为什么要助纣为虐，帮助日月帝国侵略自己的祖国？祖国？您一定不是日月帝国人。由于人种体质的差别，日月帝国的魂师在到达一定境界后，修炼速率就会明显下降。这也是日月帝国几乎没有出现过超级斗罗的原因之一。您必然出自我们斗罗大陆，何不考虑回到我们这边，回到祖国的怀抱呢？祖国？斗罗大陆哪有邪魂师的归处？你们这些所谓的正统魂师，每每看到我都恨不得杀之而后快。你竟然跟我谈祖国，哼，可笑！各位前辈，请先不要动手，晚辈有几句话想说。又是你，多次闯入我军领地，魂圣的境界，却有封号斗罗级别的精神力，真是难得。如果轻易杀了你，反倒可惜。我要把你留到最后。您这又是何苦呢，叶前辈？你叫我什么？这就是极限斗罗的实力。方才他完全没有跟我们产生任何直接碰撞，只是利用巧力轻易卸掉了全部攻击。他对时间、空间的精妙掌握，远在我之上。
这个世界上认识本座的人应该没几个才对，快说！您的芳名是叶溪水，对吗？你到底是谁？我叫霍雨浩，我的老师名唤穆恩。穆恩？不，就算是他站在如今的我面前，也未必认得出我。更何况，他已经死了，死了！叶前辈，恐怕当时只有和黑白双圣龙同时代的您，才有可能以邪魂师的身份成就极限斗罗。也只有您能说服龙逍遥前辈加入圣灵教。只是我没想到，您竟然还是日月帝国的死神斗罗。难道您真要为了自己一个人的痛苦，让全大陆都因战争而生灵涂炭吗？小家伙，你很聪明，但聪明的人往往命不长久。你是他的弟子，我可以饶你一次。不过，你最好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。这一次我记着他的好，下次就不一定了。这么近，都无法窥视死神他的构造。大胆！你不是说不杀他吗？我改变主意了，不行吗？穆恩那死鬼已经死了，要是在地下看到自己的小徒弟来找他，会是怎样的表情？小子，快只怪你选错了老师。雨浩。怎么会突然爆发出极限斗罗的气息？人类，速速离开！你不是霍雨浩。身为兽神，为何要插手人类之间的纷争？难怪本座在
神塔上感应到了相似气息。你的武魂果然是血魂魔统一，吞噬灵魂，方能进化。你用一条条生命凝聚成你手上的一个个怨灵，不只有人类，更有我许多子民。本座今天就替他们向你索命，万能灭！哼！第7魂技，武魂真身。帝天，你的确很强，但你现在并非真身降临，附体时间太长，他的身体可承受不住。你怎知本座不能真身降临？这不可能！你竟然要破碎虚空，实现肉身传送！黄灭神笑！帝天，会后。你们很好。你不该惹上这种强敌。如果不是我以真身降临恐吓，恐怕他不会离开。人类各国维持平衡，也是您最希望看到的吧？人类世界如果被日月帝国统一，魂兽也必然沦为他们的试验品。但你要如何改变日月帝国势大的局面？这个女人很强，如果她选择依托死神塔与我战斗，就算我真能以真身降临，也未必能击败她。连您都没有必胜的把握。这次你借助我的力量太多了，身体已有崩解趋势。尽快疗伤吧，记住，珍惜生命，远离死神。曾经有一位人类，只要愿意，早已是死神，而他是我的老师。羽浩在这里。死神斗罗和死神塔都不见了。日月帝国的魂导师团也撤退了，明斗山脉夺回来了。羽浩，羽浩，羽浩，情况很糟，多处经脉断裂，生命气息十分微弱。众位前辈，军中是否有擅长治疗的魂师？羽浩怎么样了？是一仙斗罗。元帅，您竟然亲自……羽浩是国家的大功臣。一仙斗罗面相，有劳了。是当时第一治疗系魂师，一仙斗罗王心儿前辈。不错，他是我星罗帝国首屈一指的皇家供奉堂副堂主，一位超级斗罗级别的治疗大师。只要有一口气在，他就能生死人肉白骨。他的伤势很奇怪，经脉几乎全断，主要器官却都完好无损，似乎有一股远超常人的精纯生命力
正在缓慢修复他的身体。那该如何治疗？以他的自愈能力，过分医疗反而会造成不必要的创伤。我从外注入一些生命力，提升他的自愈速度。霍雨浩体内那股精纯的生命力，竟然为我冲破了魂力瓶颈，升至96级。好了。他已经脱离危险，接下来需要静养。多谢前辈，多谢前辈。一仙斗罗既然说了雨浩可以自愈，大家就放心吧。我们耐心等待。好了，大家也都累了，这样我们轮流看护雨浩。我第一个吧。啊，今晚就由我来陪护雨浩吧。也好，雨浩就交给你了。大家先回去休息吧。古一姐，明天一早我就来替你。一仙前辈，他怎么样了？他在康复中，不会有事的。孩子，我看得出你很喜欢他。我喜欢的是他对爱的执着。原来如此，他已有了爱人。情这一字最难看透，喜欢一个人未必要得到。你还年轻，这个世界上还有更多风景值得你去喜欢和欣赏。谢谢前辈指点，我会想清楚的。没想到你这么痴情专一，你所说的冬儿一定很美，很温柔。
梧桐，守夜辛苦了。不辛苦。宇浩的气色看起来好多了。宇浩，三师兄，现在情况怎么样？星罗帝国重夺明斗山脉，已派大军和魂师部队入驻，后续的行动我们就不知道了。相信以白虎公爵的战略眼光，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。眼下棘手的是，如果天魂帝国被全境攻陷，日月帝国将直接威胁到学院。我们得尽快回去。我已经把死神斗罗的情报传回，还需要跟海神阁宿老们进一步商议对策。等你恢复好，我们随时出发。好，我这就开始调息。梧桐，谢谢你。你以后别这么逞能了。我这是怎么了？强敌换死，我必须继续提升自己。如果我能更加自如地调动魂力，帝天的魂力运转与我完全不同，仿佛一个个黑洞相连，其中蕴含着极为恐怖的空间之力。他是如何掌控这些魂力的？这么安静，你们怎么只顾着吃都不说话？哎，宇浩，今晚你打算让谁照顾你啊？不用了，我自己能行动，不需要照顾了。这几天谢谢大家，再过2天我身体完全恢复，咱们就回学院。我吃饱了，先回去修炼，你们慢用。啊，这家伙才刚好，就这么急着去修炼？难道都跟你一样只会偷懒？快，吃完我们也修炼去。进入生灵守望之刃洗礼过的经脉变得更加坚韧，可以容纳更多的生命力量。帝天兽神降临，虽然对我的肉体造成巨大压力，但我也因此有幸能窥看到帝天魂力运转的秘密。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，不如……怎么回事？魂力慢慢固化后，旋转速度急剧下降，冥想中吸收外界魂力的速度变得极为迟滞。难道是我的方法不对？可帝天体内魂力分明就是一个个高速旋转的黑洞组成的呀！固态化的魂力似乎是魂力运转的终极形态，但这个形态还有太多秘密，帝天肯定是不会告诉我的。我是双生武魂，在武魂切换的时候，魂力就会与相应的武魂相结合。刚才尝试模仿帝天的固态魂力，就是用的冰帝的极致之冰武魂。极致之冰与帝天的魂力属性终究是有区别的。那么，玄天功，如果是用不含任何武魂属性的纯粹魂力呢？刚才魂力在我体内固化后，吸收魂力的速度变得迟滞。但如果是在体外，这浩瀚天地之间，可是有无尽的天地元力可以吸收的。